国旅的预算，享受5星级岘港之旅。这支影片帮你安排5天4夜行程规划，开箱高 CP 值5星饭店，狂吃米其林越南菜及龙虾海鲜，最后再附上必买伴手礼清单，让你看完马上出发。第一天入境后，教大家如何换汇、搭车，午餐安排螃蟹海鲜吃到饱，下午逛汉市场，晚餐享用米其林越南菜，入住5星级饭店。下飞机了，一进来这边右手边马上就有厕所。那我们现在要去入境检查，这边有租借婴儿推车的地方。其实岘港机场非常的小，就是下去了之后就可以直接入境检查。那这边我就先不拍摄了。好，我们现在已经入境岘港机场啦。那其实刚刚入境的状况非常的顺利。刚开始一入境的时候，只有4个入境检查的柜台，其中有2个是给快速通关的。所以我们搭手扶梯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是有买快速通关，代办的人就会在手扶梯下方等着你，然后带你进去快速通关的柜台。那我们这次没有买，我们就是直接排一般的柜台。后续又有另一班飞机的航班的人下来了，所以人就变得特别的多。我还想说啊，会不会这样子后面的人要排更久？结果不会哦，现场又直接再开另外一柜，所以总共现场有5个柜台办理大家的入境手续。所以我刚刚算算，我们整个入境等的时间大概是20分钟而已，所以算是非常的快。其实岘港机场非常的小，大家想要赶快入境的话，我建议大家你就先在飞机上面先上完厕所，一下飞机之后你就直接冲手扶梯，赶快从2楼下来，就可以直接排入境的队伍了。那至于要不要买快速通关呢？我观察下来，其实我觉得不需要买快速通关。即使你真的很快出来了之后，你还是要等你的行李啊。那我们刚刚排完入境检查手续出来之后，刚刚好就拿好行李，我们就可以直接顺利的出去咯。在入境检查柜台旁边就是办理落地签的地方，不建议大家到现场再来做落地签，因为就是时间的问题嘛。拿完行李，假如你真的忘记带 SIM 卡、网卡的话，旁边有一整排 SIM 卡的柜台可以让你购买。我们这次提前先在 KKday 购买好网卡之后，我在飞机上就直接把我的 SIM 卡先装好了。它使用的网络是越南当地的电信商，飞机一落地我就可以开启网络。建议大家能提前先购买 SIM 卡，到现场之后才比较不会手忙脚乱。我这次是买每日5GB 的方案，对于平常可能你空闲时间要看网络、刷刷社群媒体，我觉得是非常的够用。购买方式有2种，第一个你可以到桃园机场在现场领取就好，或者是邮寄到你的家里也是可以的。假如大家想要在机场这边先换一点钱的话，从入境的大门这里出来左转，前面有一排的换汇所，我们去看看这里机场的汇率大概是多少钱。机场换汇的话，大概是1比800，还是比在台湾机场换还要划算一点。台湾机场换大概是1比750，通常我来机场还是会先换一点点，因为避免说我中间可能等一下先去吃饭，或是说有些其他的状况的话。Yes， 我先换1000块啊，这边有80万越南盾。2, 3, 4, 5, 6, 7, 8。好，确定，没问题。When you exchange more 1,000 of like 5,000 or more, the rate will be higher. If you exchange, will be this one. 如果再高一点的话，它是1比820。为什么这么多换汇所我会选择来这间呢？听说在机场换汇有一些陷阱，他会用其他的什么手续费啊去糊弄你，结果实际上你拿到的钱很少。选择这间原因是因为它是越南的银行，其他的说真的我不太认得，但是我认得这间越南的银行，所以我就直接来这里换。刚刚我要在换之前，我也实际的跟他确认说，我1000块我会拿到多少的钱，我直接用计算机跟他算，算完之后也确实我是拿到正确的数字，没有中间被抽了一层手续费，所以来这边换是 OK 的。我们现在要去搭柜门的地方，是你出来之后过这个马路。Hello， taxi。这边有一些计程车司机诈骗的行为，怎么诈骗？他假装是你的菲律宾司机，就变成你搭计程车在这边哦，然后你就乖乖的上了他的车，他发现这不是我叫的车啊。增进领途，请
注目，近期出现一些不法分子冒充华人车司机。如果有需要寄存行李，就在 Grab 的对面，这里有一间可以寄存行李的地方。比如说你回程买了很多东西，要先暂放去其他地方逛逛，就可以来这里有寄存点。May I say the price? Thank you。寄存行李的价格78000越南盾，或是说你有寄送的需求，从岘港机场送到岘港市区的话，你可以直接来这里寄送你的行李到饭店，然后直接跑下一个景点。在岘港这边呢，我们不太建议大家计程车，因为一来它不是透过 App 去叫车，所以有可能它到了目的地之后跟你另外喊了另外一个价格。用 Grab 叫车也建议大家可以先把信用卡绑定好，因为越南盾的数字很大，以防大家刚来的时候你不太熟悉它的币值大小，不知道怎么把钱给司机。那还有另外一个常见的诈骗状况是，司机接到你之后让你取消订单，但是千万不要取消订单哦，一律以 App 上面显示的为主，因为这样子就没有一个官方机制来保护你的行程。再来是之后要付款的时候，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假如你真的不想绑定信用卡，要用现金付款也行，那你一定要把你的越南盾的大钞跟小钞分类分开好，不要拿错张。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千万不要让司机或是陌生人，甚至是店家来碰你的钱包，因为他有可能去用很快速的手法，然后中间偷换掉包都有可能的。曾经还看过一个诈骗的手法，在付钱的时候，客人付10万块越南盾，结果店家很快的手法把它抽换成币值比较小的，然后跟他说：“你只有付我5万块而已哦，你要再补多少钱？”这是之前我曾经看过的诈骗手法，所以大家在付现金的时候要多小心。也可以跟他 double check， 我是拿10万块越南盾给你，那你要找我多少钱？也许他是真的好心啦，但是我们也有可能真的刚好遇到坏人，他可能好心帮你说Sir, madam, ticket airport, you know. Ticket airport. 20。Yeah, yeah. 好，Wait a minute。Yeah, thank you. 因为 Yeah. 从岘港机场到市区会有个过路费，由我们乘客来付的。那我之前做功课，大概机场过路费听说是15000越南盾左右。那他刚刚跟我说是2万块越南盾，那可能是最近有调整，我不太确定。但是只要超过这个上限，假如他跟你开价10几万越南盾，就等于大概台币100多块的话，那就是不合理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刚抵达饭店就碰上浪漫婚礼，我都想坐下来喝喜酒了。喂，入住手续 OK。虽然我很想直接扑倒在这张软绵绵的床，但是我们先留着晚点开箱，因为我们要去挑战痛风全餐。螃蟹、大虾、海鲜统统吃到饱，重点是那个结账金额啊，我真的很担心老板会亏钱欸。会选这间海鲜吃到饱的原因是因为位置环境很不错，有大片的落地窗，可以看到对面的市区的景色很好。有的在岘港吃海鲜，它是半户外的地方，没有冷气，但是在这里你可以舒服的吹冷气吃海鲜。这间一个最大的优势，它是连锁店。其实我很喜欢挑连锁店的原因是，它有进货成本的优势，以及它人力上的优势，所以它的海鲜的量一定是会很充足。连锁店的新鲜度跟干净的程度，大家也是可以比较放心，因为它在整个越南有很多间的连锁店，那岘港这边只有1间，那其他的是在福志明以及河内的店。你这边的人力还蛮充足的，因为刚刚前面接待的服务生就非常多，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找不到服务生来帮助你。所以这间我觉得还蛮适合带长辈来或是朋友来这边聚餐，有很多的螃蟹、虾子，
价格不贵哦。大家猜猜看，这一餐吃到饱多少钱？而且这间餐厅是没有限时的哦。我们从11点可以吃到下午2点，等于你可以整整吃3个小时的时间。从饭店搭计程车到这间海鲜吃到饱，大概8分钟左右的时间，所以算是非常的近。过了龙桥之后，有一栋百货公司的大楼就在这里。这边菜色很多，大家可以看到有日式料理、有炸物、有披萨。不过来这边就推荐大家好好专心吃螃蟹啊，或是虾类 ，CP 值非常的划算。要注意是这一间是收现金的，以及上面的价目表还会再另外加8%的税金。这边的饮料是要另外点的，它会给你个价目表，可以看一下你要喝可乐、汽水还是果汁之类的。吃完这间海鲜、螃蟹跟蟹类是真的还不错啊，以及鱼都有新鲜，因为如同画面上面看到的，是真的有一缸活的海产在这里哦，所以难怪它的海鲜还不错哦，都是新鲜的。而且它到后期都还有补这些高贵的食材，不是说到后期都不补，它补换的频率蛮高的。对，没错，即使到最后我快结束的时候，我去看螃蟹、虾子都还是满满的，这部分大家就不用担心。其他的熟食，例如像刚刚吃的牛排，以及甜点，像粤式甜点，其实品质都还算到中等。我觉得这间的强项真的就是海鲜，其他的说真的，我觉得很普通啦，大家不要浪费胃去吃其他东西。但可惜它的饮料是自费，所以相较于台湾吃到饱的一些饮料的种类多元性来讲，这边要自费，有点可惜，因为它没有咖啡机。像我有点想喝咖啡，都认，所以在台湾的吃到饱习惯跟越南的吃到饱习惯不太一样。我觉得啦，有酱料类的，其实调味可能不太符合台湾人的胃口。像我刚刚吃的凤梨虾球，这凤梨虾球味道是真的还蛮奇怪的。还有鸡翅，我觉得鸡翅也不太 OK。帮大家实际品尝过这些海鲜之后，是真的还不错，很推荐大家来这里吃它的海鲜。吃饱喝足了，接下来就是女生的战场啦。来岘港没去汉市场，就像来台湾没去过西门町一样。但我今天不是来买芒果干的，我要来当越南小姐姐，定做越南的国服奥黛。听说这里定做的价格等于台湾买1件 T 恤，这是真的吗？提醒大家来汉市场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你的钱包，因为这里人比较多，记得把钱包都往前摆。很多旅客会来这边买伴手礼，不过这边的商品是没有公定价，必须要跟商家杀价。那像我比较不喜欢杀价的人，我就推荐大家来这边买。之后我会再带大家去，因为是公定价又可以刷卡，类似大卖场的地方买伴手礼，也比较不会有产品不新鲜的问题。那我们这次来这边的目的是，我要去2楼定制奥黛，在回来那边也可以租奥黛，不过1天大概是20万到15万越南盾之间。那像我可能想要穿个2天，那其实就不划算了。而且在这边定制还有一个好处是，它大概3-4个小时就可以拿到奥黛，以及根据你的身材去定制，所以会比较合身一些。这个奥黛油裤25万，我是不溜。这个定做放开了，定做多少钱？这个定做全部万，这个全部定做。你要多少？我可以便宜点的，我便宜点60万可以吗？不行，开始 SML， 这个不定做30万可以，分我定做再贵一点点的。现在学人很用力的在杀价，一直价钱的攻防，大家可以看到，你可以很仔细的去挑里面的颜色。像学人他想要白色的，店家就拿了白色的样式跟他说：“这个看看，觉得他喜不喜欢这个材质跟颜色。”定做了60万，几千。那个呢？这个70。
里面的布是比较贵，是不是？像那种痛肤的有蕾丝的比较贵，他说定做一整套要600块。懂。那刚刚那种我是一般的布，懂。素面的有一点点刺绣的是400块。好像来要摸乳像，就是这边很窄的。对。看就是在选购奥黛的流程。反正你觉得这个好看吗？但我不喜欢这个颜色。这个是不好看。对啊。那你觉得这种好看吗？这也还好，这也还好。刚那件是不是比较好看？对啊，一定是那一件啊，不用看啊。没关系，我等下再回去，他就会好好的对待我。哇哦，这边有更亮的，这个布也太闪亮了吧Beauty loss need yes. This one is a plain color. No flower. 像这件啊，它这种一般的布料包含定做，它才30万，然后蕾丝的这种40万，比刚刚那边更便宜，包含修改哦。所以这边有个诀窍了，它有镜子，越往里面走，价格越便宜。对啊，不要在外围直接被人家拦进去招揽生意。这白色好像蛮好看的。蛮典雅素质的，而且加点铁灰色。好的，我们现在定做完了，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半。他说我们5点的时候再过来取奥黛就可以了。所以刚刚的价格很划算哦，包括选布料以及定做，总共是30万越南盾。现在定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汉市场附近逛逛，附近有还不错的店。5点再过来拿奥黛。逛汉市场把钱花光光怎么办？没关系，旁边就是大家公认的换汇圣地。做功课都说要来这间银楼。人真的超级多，但是身为省钱小夫妻的我们，误打误撞发现饭店附近的汇率居然完胜这里。想知道去哪里换汇最划算？记得看到最后哦。现在还820我饭店的还要低这边是热门闹区啊。Because of the Vienna policy is okay. OK. 他们好像都支支吾吾这个他们法规本来就不是很严谨。如果你觉得汉市场的伴手礼太普通了，那这4间宝藏店铺请直接收藏起来。第一站，这件手工编织包，救命啊，真的太可爱了，背出去绝对不撞包，是100%手工的，所以这边单价比较高一些。还蛮好看，蛮 lady， 蛮搭你现在的。你看一下你镜子，它是竹编的，然后还用珠珠去点缀。哎呦，600块哦！还有绝对不能错过越南巧克力界的爱马仕，这真的是我们吃过最好吃的。逛完汉市场定做奥黛之后啊，时间大概是接近下午，有点西晒。这时候太热了，我觉得去粉红教堂拍有点太晒，所以我们先决定来附近的咖啡厅。那这间咖啡厅很特别哦，是之前我们开伴手礼的时候，我们一直很爱的马福巧克力。它竟然在现场这边有咖啡厅了耶，所以我们就哇，赶快来这边朝圣。他们的招牌冰巧克力，我想让你先喝一口。云流超爱巧，像之前伴手礼一样，让你很惊艳吗？还是蛮惊艳的。我觉得马福它可怕就是它的巧克力是深不见底的韵味。我在喝一个饮品，能判断它好不好喝，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我喝下去之后的5秒，它在尾韵是否还残留着淡淡的香气。这个巧克力做到了。它打成是巧克力奶昔的口感，不是稀稀淡淡的水哦。这杯多少钱？10万块越南盾左右。再来这一颗非常迷你的马卡龙，我点的是海盐焦糖，一定超甜。我怎么感觉到你的脸出现了甜腻感？说实话，我觉得马卡龙等级没有到很强，不过它的味道调配的蛮好的，焦糖不死甜，有焦糖该有的香气跟韵味在嘴巴里面。但是有点可惜啦，马卡龙没有到入口即化的口感。再来闪电泡芙，全部都是巧克力。你切一个罪恶的产物，切牛排了。镜头前的观众一定在流口水。你喜欢吃上面有那个巧克力碎片的这个吗？对啊。好，那我就给你了，因为我不喜欢那个巧克力。怎么侧面看有点像油条？你在吃柔和豆浆哦？巧克力好浓。哇靠！我认真说哦，这个真的超浓。我刚刚说切太大块给你了，这应该一片一片片小小的吃，但有点出乎我意料，因为它把巧克力能浓稠到这个地步也不得了。精华在精华，
然后来这边啊，还可以顺便买马福巧克力的伴手礼，而且这里买有一个好处是，它前面都有一小块一小块让你试吃，像我之前直接去大卖场买是没有办法试吃的。很幸福哎！我跟你讲，马福巧克力多好吃，你每一个味道一定要把它试吃。我不得不说，它的包装真的非常精致，随便拿2盒起来，你看这已经是精品百货公司的质感的包装了。最好的是它不吝啬让你试吃，这边有夹子，然后你夹这个是他们卖最好的 best seller 柑橘巧克力，蛮好吃的，好刷嘴，因为柑橘它有一点点酸，加上巧克力的甜，它融合在一起 perfect。除了这边之外啊，这边还有各个越南6个省份不同的产区的巧克力，例如它有一些 single， 就是说它是单一产区的巧克力，有不同的趴数、不同的苦味、甜味，它都帮你分门别类。哇，好好吃哦！天，你又来了。它每一个巧克力的味道层次太丰富了。想要更亲民划算的选择，这间绝对是送礼救星，自选10种口味装满，只要甜甜价。这间店是越南在地的巧克力品牌，他们的巧克力豆是来自于湄公河。你可以自己煮10个巧克力，装在这边的盒子。那这边的盒子有不同的风格图案，都很有在地越南的特色。巧克力有很多种口味，这边可以试吃。那这个10片装的一盒是15万越南盾。这种大盒装，它有他们越南的图绘风格、人文特色都融在里面。它的巧克力其实是有胡椒、辣椒不同的越南他们在地的香料融入在这个巧克力里面，所以吃起来也会有别于我们在台湾吃到一些巧克力啊，那这边都可以吃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味道。那像这边有不同省份特色的巧克力口味，像那个就是惠安的，那上面有惠安的奥黛，是富国岛的。最后再去这间日系伴手礼店，包装有够犯规。好啦，我的钱包君今天又要失手了。他们卖最好的法国面包有6种口味，它这边都可以试吃。看起来蛮精致的。因为这间店是日本人监制的，他把越南的伴手礼做得更精致化，适合送礼，而且是这种小包装的，你买回去很适合分送。难怪我进来的时候有一点来到好像东京车站旁边伴手礼的那种即视感呢。对，因为像我们平常买越南的伴手礼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包装比较朴素一点，你就把日本人包装伴手礼的风格带到越南来，所以这边的东西都很适合把回去送人。有英文、中文以及韩文，所以你来这边也不用担心看不懂他写什么。越南家子的春卷，它把它做成饼干，味道是咸的，这还蛮特别的。第2名的，第3名的是东帝邦啊，越南版的西贡 banana。因为越南腰果不是很有名嘛，所以它这边也有出越南腰果，不同口味。蜂蜜、椰子、焦糖跟一般的烘焙的腰果，因为越南它也是腰果的出产大国。腰果其实没有到特别便宜，因为它这种一小袋的，但是要25万越南盾。它把它精致化，可是它价格不是这么实惠了。如果要买这个腰果，我很推荐有调味的，它调味的还不错。你看这饼干的造型很特别，是越南斗笠的造型。你知道日本人最喜欢搞那个外形很漂亮的东西不好吃。最近薛仁啊，因为他每天都在吃健康餐，他都会去加这种辣酱，但把它做成小的，放在包包当成扣环，好可爱、哦。这是要提醒你随时随地都要记得加辣酱吗？我对这个不予置评，实在太 over。这不是越南版的防狼喷雾剂哦。对啊。原本想来粉红教堂当个完美公主，结果悲剧发生了，大门深锁。各位小玩家们，开放时间的笔记一定要做起来，记得在下午4点半以前来哦。但是上帝关了一扇门，就会帮你开另一扇窗，因为我们要回汉市场拿奥黛啦。到底穿起来会变成越南小姐姐，还是越南小春卷呢？终于到了我最期待的环节——晚餐时间。我们锁定了米其林认证的宝藏好店，身为最诚实的吃货代表，现在就帮大家去验货哦。我们现在来到这间店，也是米其林的名店哦。这间的特色就是很多的料理都是可以用卷的方式把它卷起来吃。现在点的这道也是他们的招牌
海陆综合的蛋煎，越南蛋煎超好吃，所以它的蛋煎也是可以配很多的酱料，以及有米纸跟生菜。毕竟是要用动手卷东西吃嘛，所以桌上都很贴心的有附湿纸巾。看到竟然还有泡菜耶，这个是要给韩国人吃，所以它有附泡菜吗？你只加青菜，加点小黄瓜。哇，这一大坨看起来超丰盛的耶！每次来吃蛋煎都有莫名的满足感，超级巨大，超爽的。今天沾这个酱。补充一下蛋煎的正确吃法，因为店员看到我们乱吃，他就受不了了。他说这两个酱是要混在一起的。咀嚼的时候那个脆感啊，就好像是你把整包的多利多汁塞进你的嘴巴里面，但是它不会油腻，因为有酱汁、青菜以及肉类的一些调味。白饭来了，白饭这碗是2万块越南盾，一小波耶，好大量。大碗的白饭就是要配脆皮猪肉才叫爽啊！来给大家看一下脆皮猪肉，哦，上面烤的焦香的样子。来越南吃他们的叉烧或是脆皮猪肉，基本上口感都不差哎。我再吃一个配酱的，这个酱是金桔辣椒酱，我们配上薄荷叶吃看看。这是我第一次吃到金桔辣椒，绝美搭哎，金桔的酸跟辣椒的辣融合在一起，这道我推。这样白米饭来，吃完看爽一下。招牌拼盘一定是必点，这拼盘很划算，你看还有鲜虾春卷跟烤肉串，一次吃到各式各样的越南小吃，超棒。这个炸馄饨里面的内馅非常的饱满，吃起来很过瘾，很扎实。炸春卷也超好吃的，再配越南的酸辣酱，超开胃。还记得我在汉市场的预告吗？就在饭店附近的换汇所，是目前实测下来最好的汇率，还好有发挥实验家精神，多问几家。我真的是勤俭持家的小媳妇啊。What is the rate Taiwan dollars? Taiwan. Yes. For 1 pound per Taiwan dollar. 哦，82500。May I still come here? 你可以 Not 讲 that. 中文，你可以讲中文哦。不然你讲英文我也听不懂。就是之后我还可以来这里换汇吗？可以就是因为不是你们有新的法规，就是越南法规说新的要到合法换汇所才能换，不然会被罚钱。不会，我们这边你们这边不会，所以你们是有 license 的，就是合法的换汇所。你听哪里讲呢？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去不合法的地方会被罚钱，对对，所以我们大家都担心，不知道去哪里换汇。所以你们这里2月之后还是可以来这里换汇。来请来请，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刚刚在换汇的时候，就顺便问一下当地的店员关于越南的新法规对于他们来说有没有影响。那但是当我在问的时候，我觉得听起来似乎在他们当地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他也很好奇说，这个新闻我们是怎么听来的？那我再跟他说明。那刚刚店员是跟我说，未来还是可以在这边换汇，合法的换汇所除了机场的嘛。再来是银行的，以及外面的银楼。如果说很担心这件事情，你可以观察一下这间换汇所，它是不是有跟银行配合？可能上面会有写说它是跟哪一间 bank 合作，或者是说它有写它是合法的换汇所。那个文字我会放在下面让大家参考。有的店上面会有这一行字，你就可以放心的去跟他兑换越南盾，因为它是合法的换汇所。虽然刚刚店员跟我说他们之后还是可以继续换汇，但是我还是持一个保留的态度，因为毕竟法规一下来之后，我不确定这边的状况会是怎么样。不过以我现在的情况来跟大家说，这间换汇所还是可以来换汇的，提供给大家参考。因为据我所知，有些换汇所它已经是关起来了，不让大家换汇。另外也帮大家统整，在惠安问到的汇率是1比815。根据这次的实测结果，我推荐在机场换汇，因为安全性最高以及最方便。假设在兑换台币1万块的情况下，不同汇率之间的差距会是多少呢？如果是820和825这种些微差距，1万块台币只差60块，这时候就不一定要花计程车钱去很远的银楼兑换。假如是800以下的汇率，除非是急用，否则换一点点就好。因为汇率每天有波动，如果你想追求稳定的汇率，也可以平均分配现金，在不同的地点兑换。终于可以扑向大床的怀抱了！这间饭店的床铺不夸张，可以说是我最爱的床，我称之为云朵床。睡觉时有全身被包覆的软绵绵感受，像躺在云朵一样。
隔天的早餐才是重头戏。现煮河粉、越南面包的喂猪行程真的太幸福了，而且用国旅的价格就能住进来。你们猜猜看，这样一晚到底要多少钱呢？影片的最后，我们将分析饭店的优缺点，并且公布住宿费用。订的这间房是 King size 的双人床，所以床铺非常的宽，可以在上面打滚了哎。旁边有2件浴袍，这应该是袋子，小型的保险柜。旁边这里能放行李箱。旁边的 mini bar， 台上的东西这种的都可以喝，免费的。这个有封条的，代表它是要另外收费的。那 mini bar 里面的都是要收费的哦。这边有价格，竹子做的灯笼非常有感觉。简单的小沙发，桌子椅子也是。旁边有插头，2孔的可以插得进去。越南的是220V， 大家带电器来的时候要再留意一下。旁边有个露天的阳台，是真的可以出去的。那浴室的部分，我们这个是没有浴缸的，就是一般的淋浴间，基本的备品，牙刷、棉花棒、梳子、浴帽、刮胡刀、洗手乳。淋浴间有附护发乳、洗发乳跟沐浴乳基本的配备。房间的莲蓬头是这种有过滤功能的，所以对水质有要求的啊，来这里就不用担心。大家早醒来啊，最让人瞩目的就是大家看到旁边蓝白色相间，像地中海的一个泳池。它的设计啊是用透过蓝白相间，在这样一个热带型的国家，别有希腊的风味。最旁边呢，它有一个酒吧，而且啊，如果你想要做阳光浴的话，这边也有躺椅。哇，来到这边度假真的非常享受，而且老实说，我觉得它的价格并不算贵，你享受到希腊风的酒店式度假体验。Do you want to dance? Yeah.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If 台湾你上来啊，大家可以看到它很不错，它泳池旁边还有浴巾以及救生的设施。然后我们往前面看一下，前面是健身房、跑步机啊、卧推椅相关的一些哑铃，什么都有，一应俱全。然后它这边外面有沙发椅，然后这边是餐厅。这个5星级饭店啊，有一个必喝就是越南的咖啡。越南它是全世界第2大的咖啡出口国，罗布勒斯的咖啡偏浓跟苦涩，越南人呢很习惯用炼乳，然后配上这个黑色的咖啡融合在一起，就会成为他们地道的越南咖啡。除了冰咖啡之外，还有一个必吃的，就是越南河粉。不要看它的汤头看起来清清淡淡，但是当喝了一口，味道真的非常的清甜，再配上扁条状的河粉，哇，真的太好吃了！现做法国面包，那这边有教学，先把法国面包切开，这烤箱感觉蛮高级的哦。切开之后，那先加酱。喜欢烧肉就多拿一点哦。雪人做的粤式面包是什么？大亨堡。为什么弄很多蔬菜在后面？它好像是没有人去弄的祖坟，就是杂草丛生。你看，因为炒烧都是它猪肉那个叉烧好香哦。但雪人它放辣酱、猪肝酱这一些特别的酱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层次是非常多元的。这我真的会想再拿第2个，因为厚实有扎实感，好吃。这间瑞斯蒙特呢，观察下来，这边大部分的房客系欧美客以及韩国人居多。我来跟大家分析这间的优点跟缺点。我先讲缺点好了。房间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它的衣架设计的很高。我想说是怎样？以为来这边人每个人都是像欧美人一样身高180吗？我拿那衣架，我垫脚还摸不到，要叫我老公拿。房间的隔音普普通通，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房型是靠近马路这一区，所以晚上的时候听得到外面车子的声音，就不要选靠近大马路的那个房型。我们再来讲优点。优点是这里的地理位置环境很好，旁边有非常多的餐厅、超市、按摩店，甚至换会所都有，所以住在这条上面你不会无聊。走过去大概7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美西沙滩逛街。这
这里的装潢风格跟其他的饭店比较不一样，它是走希腊地中海式的风格，所以我住进来这间饭店，我会觉得好有度假的氛围。重点是它的价格非常的亲民，这间是5星级饭店哦，一晚只要台币1900，还包含早餐。这间是5星级饭店里面 CP 值非常的高，也会很主动积极的帮你提醒你或是做一些服务。对，这个是小细节。像我在早上吃 buffet 的时候，我要倒咖啡，他都会直接冲过来说：“我去上咖啡。”还蛮积极主动。旁边还有个小小的酒吧，晚上跟早上的时候，这边会放一些音乐，你会觉得这里更有度假的氛围。第二天安排巴拿山一日游，打卡黄金佛手桥，下山后品尝米其林海鲜大餐，再到浪漫的美西沙滩散步。我们现在早上要前往巴拿山，配上车程大概要40分钟左右，是在 KKday 上面订购包车的服务。会建议大家提前先预定包车的原因是在路上随机叫计程车或是用Grab的话，有可能来的车子的品质参差不齐，这段40分钟的路程就会做得比较辛苦一点。因为像我们那时候要计程车的时候，有的计程车上面是没有冷气的。那想想看，在云南很热的天气，你刚好搭到的车是没有冷气，这40分钟你会很痛苦。在要出发的前一天，司机或是厂商那边会跟你联系，以及早上他也会发当地的计程车司机的车牌号码给你，让你 double check 之后你再上车。包含像这次的包车服务，以及我们使用的网络信卡、票券等等，订购的链接我都放在影片资讯的下方。那我们搭包车下车之后，我们要再转乘 shuttle bus 到上面搭缆车的地方。现在是早上大概7点50分左右，因为缆车最早的一般是早上8点开始。早一点上去的好处是，你有机会可以拍到人比较少的佛手桥。巴拿山那边的天气变化比较大，早一点来，第一个你可以先拍早上的，因为到下午有可能天气变化大，下雨或是雾雾的，你就看不到佛手桥了。以及下午的时候，等到团客离开，你又有第二次的机会能再拍一次人比较少的佛手桥，所以早上来有早上来的好处。插播一则最新消息，巴拿山的门票已经升级成3日票了，3天内无限次搭乘缆车，对于山上天气不稳定的情况来说非常有帮助，可以根据天气预报弹性调整出发的日期。我把购票链接放在影片下方资讯栏。进来之后，我们就到这里搭手扶梯，路上会有写 Cable Car Station， 就照着路线走。为什么路上有公鸡？那个公鸡是可以贩售的，2只公鸡迎接我们。我们要去1号站，1号站可以直达佛手桥。这边有地图可以拿，不同语言的，也有中文的可以拿。原本我们要直达佛手桥的缆车，但是他今天似乎那个直达的车早上没有开，所以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我们就只好先顺着他的路走。你不知道要怎么搭去某个地方，其实工作人员都可以问，他会告诉你缆车是在哪个方向。来巴拿山，因为这边的海拔比较高，记得一定要多带一件小外套。山上的温度会比平地还要再降个4、5度左右。以前这里巴拿山呢，法国人来越南殖民时期发现的地方。越南真的太热，他们决定找一个避暑胜地，所以决定在巴拿山这边建他们的度假胜地。那以前的年代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好，可以搭缆车上来。以前要搭马车、轿子才能到度假胜地。你知道为什么这里会叫做巴拿山吗？据说法国人来的时候看到这里山上有很多的香蕉，他们就说哇 banana banana， 当地人听听想说他们叫 banana， 就以为这里叫做巴拿，就变成巴拿山了。我觉得这就是传言啦，大家听听就好了。欢迎来到巨人的餐桌啊，对，是传说中的黄金佛手桥。大家来巴拿山都想拍到这样的无人场景，但是只要时间抓错，直接变成大型合照现场。你现在看到的蓝天，大雾来的时候，下一秒直接变白墙。拍摄的小技巧：第一，时间；第二，站位；第三，等。对，
灯很重要，雾会散去，人会移动，记得不要背光拍照，人会变成暗的。像我们早上来的时候，人的脸朝向缆车站的位置，拍起来才是亮的哦。除了桥上的位置以外，还有2个位置也是拍照的打卡点，我标示在地图上给大家参考。佛手桥结束，我们要去 Fantasy World 搭 Luge 滑车。它这边每一区的接驳几乎都是用缆车，那我现在要去法国村的那一区，站上的关系很容易起雾。像我刚刚早上来的时候，佛手桥其实原本有一半是雾的，但是过了10几分钟之后的雾就散去了。那他们右边是盖什么？看起来像是在盖饭店。之前那边没有那么多，只有中间这一区，然后左边这区也一直持续在盖。过个几年再来看巴拿山，它的变化应该会更大。前面那个滑车，其实原本它只有一个滑道，但是后来再建了第2条跟第3条，所以巴拿山会一直扩建。佛手桥结束之后，赶快搭缆车上来法国村这区，来到奇幻乐园玩滑车。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赶在9点半之前搭了 Happy Hour 的高山滑车，一个人是7万块越南盾。那9点半以后，一个人变成10万块越南盾，所以人少，然后又可以省下一点点的费用。好了，我们现在准备去搭入境，现场的服务人员会在前面教导你怎么样去快速的刹车，往前推就是加速。啊，它是在轨道上的，哇，其实有点恐惧耶，因为它旁边是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但是请看哦，旁边那个山好漂亮哦，角度超陡的，我的妈呀，一定要这样搞吗 ？Smile 哦，中间有拍照的地方，哇哇哇哦哦哦哦，不错哎，蛮好玩的。哇，现在要斜坡上去了，哇靠，就注意消费者，哦天哪！大家看前面多陡啊，这已经接近90度嘞。这次玩的是新开的第3条滑车。前一次来巴拿山玩的时候，我是玩滑道2。说真的，滑道3更刺激，因为它是新建的滑道。坡度、陡度是比之前还要再更陡一点。如果说是小朋友比较害怕的话，可以考虑1号线或是2号线。不是让小朋友尽情的尖叫。如果说你刚好身上有背包的话，一个滑车是2人座，你可以放在前面的一个座位，它会用安全带帮你系住，所以有东西有背包的话也不用担心。尖叫完之后，当然要来祭五脏庙啦。目标锁定4季餐厅吃到饱，但是请注意，这间餐厅的路线图连 Google Map 都不一定救得了你，因为它藏在一栋建筑的深处。来，跟着我的镜头走，带你们穿越迷宫去吃大餐。真的以为来到巴黎，或是来到什么地方宫殿？这我家客厅啦，太夸张了吧！我刚被上面的景吓到，有没有？是不是来罗浮宫？我们现在提早到餐厅，翻到空无一人。我还没办法确定这边是不是餐厅，这里我连可以问的人都没有，所以我们真的迷路了。可是它的指示就是写这边啊，上去看一下吧。有，它开灯了。还是我解除了什么谜语迷咒？你等一下进入异世界。10点半抛弃营业，我们现在提早到了。因为我们进场的时候已经先扫脸辨识了，记录你的脸。进餐厅也只要扫脸辨识就可以进场了。是可以选汤底的哦，各位，红色的超级辣。巴拿山这边除了buffet之外，也有一些小吃，但是我说真的，小吃的价格你这样吃下来，我会建议大家不如加一点点的钱来这边吃自助餐的buffet。我是连门票跟自助餐的套票是买在一起的，其实加了自助餐只比门票贵一点点。我们最推荐的是粤式料理区以及铁板区，因为铁板区那边有铁板鱿鱼、烤鸭、脆皮猪肉。越南料理这区，我们2个最推荐的是蛋煎沾鱼露酱，或者是我们刚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吃法，你拿蛋煎再去沾韩式的辣鱿鱼，包在一起吃更好吃。以及越南料理旁边还有河粉，绝对不会踩雷。这种游乐区基本上自助 bar 应该好吃不到哪里去，但是来这边有出乎我意料，而且它里面占地非常广，所以你不用担心要来抢座位，而且补菜速度也蛮快的哦。自助料理区有2区是重复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东西都拿不到。熟食区以及越南料理区是只有1区大家共用的，建议大家就专攻这2区。另外，我私心觉得生菜沙拉区也不错，因为生菜沙拉的选项还蛮多的。看看现在中午的时间，非常多的团客
餐厅人潮变得很多。不过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因为它那一区里面其实有好几层的用餐区，场地真的非常的大。肚子吃饱，现在换相机的记忆卡要吃饱啦。为了让大家不绕路、不铁腿，我已经帮各位把地图画好了，跟着画面上的这条路线，把梦幻城堡和地标通通收集起来。在影片最后有完整的路线地图，记得要截图收藏哦。没想到这边有趣很安静的是 Highlands 咖啡。Highlands 有点像是越南版的星巴克。来岘港这几天网络速度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在巴拿山上讯号好不好？好，我们随便来看一个创世小夫妻的影片，随便点一支影片来看，都很顺哦。咖啡喝到一半，突然旁边嘣一声，原来是太阳战士的表演直接开炸啦！你看这个力道，这个顿点是不是气势满分？但是等一下，导播请给他们的鞋子一个特写，那是高跟鞋吗？穿着有跟的鞋子表演还这么稳，我真的是自叹不如啊！巴拿山不只有户外表演，室内居然还有5D 电影院，就是椅子会动、可以喷风的那一种。值得花时间去排队吗？走，我们去体验一下。这间餐厅有一个火车站，可以搭地面上的小火车去月亮城堡。哇，完蛋了，现在已经超多游客了。进来这间餐厅之后，大家直接一直往下走，这边就有一个车站，搭地面上的小火车去月亮城堡。楼上有自助餐的 buffet， 很多团客在上面吃午餐。现在我们这个时间赶快先去月亮城堡。来这边等火车，现在这个时间都没人，大家都还在吃饭中。我们刚好很幸运的来到这里之后，2分钟戏院就开演了。哦，看完刚刚那个4D 电影之后，其实我还蛮惊艳的。动画等级其实不输迪士尼皮克斯，虽然里面的配音是英文配音，配上的是越南字幕，不过因为剧情单纯，大人小朋友都可以看得懂。因为没有办法拍摄，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内容。椅子会随着剧情起伏变动，会有喷气雾，突然间会从旁边一点点喷水，然后声光效果以及震动的效果，有几段还蛮刺激的，因为它有追逐的戏码，会像云霄飞车一样。听到很多人在叫，我想说这个身临其境，让大家 enjoy 在当中。小朋友在这边玩得非常的嗨，剧院可以容纳的人数很多，等待时间不用非常的长。那大家来月亮城堡主要是2个项目，第一个就是刚刚的4D 电影，第二个还有个是5D 的类似上海迪士尼的翱翔天际，带大家上去看一下在哪个位置。进来之后，在这边排队，它只有开一个房间，上面有个计时器，会显示等待的时间多久。但是因为它车大概只能容纳15到20个人左右，所以如果人多的话，就会等得比较久。看完5D 电影，别急着离开哦。走到户外，迎接我们的是宏伟的月亮城堡，还有这位肌肉猛男。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左后方有一个像进击巨人这么大一尊神像，他叫做阿特拉斯神。相传呢，他在天界的时候得罪了宙斯，所以宙斯就给他一个天罚，他把整个天空背起来，所以他才有这个背的动作。不过他这边已经减刑了，他只要背 hotel 就好，相对的比较轻松。今天呢是云雾缭绕的日子，非常的壮观。刚刚那个阿特拉斯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宙斯怕阿特拉斯太无聊了，特别派了5只小猫咪来陪他。各位观众评评理，这个猫是不是看起来很诡异？可爱啦！看看这个笑容跟杀人魔一样。不准说猫咪的坏话。要搭小火车回去原来的地方，再搭缆车回去。因为佛手桥区后面还有一些很漂亮的花园，原本期待是蓝天白云的美丽画面，结果巴拿山的天气真的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啊！外面看起来整个起大雾嘞。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07，哇，出来已经整个是雾了，已经白茫茫一片了耶。
所以山上的变化真的很大，建议大家早点来。你看前面泡泡玛特已经看不到人了，超雾的。我觉得等一下可能会下雨，我们赶快先下去佛手桥那边，走吧。在这边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情况是，在巴拿山上面，如果雨下得太大，缆车有可能会停驶一段时间，等于是你必须卡在巴拿山上面，那很麻烦嘞。对啊，因为我上次来就曾经等过。哎，这个是不是太冷了？它有一个暖箱可以进去烤暖，哇，好贴心哦。然后累了也可以，哎，其实我们可以花点小钱在这边补眠呢。个人觉得没有到想象中那么冷，因为现在是1月，在市区的时候我还是可以穿短袖的。那在巴拿山上面，我再套一件有一点点厚度的外套就好了，不用到羽绒衣，我觉得是 OK 的。其实我还是有看到很怕冷的人，穿了接近貂毛大衣的，还有戴毛帽都。对，这还是要看每个人的耐受度啦。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们台湾人很耐寒？同样的温度，我在台北我觉得超冷，19度，我在台北要穿很厚的毛外套，但是在这边不用。然后我们就回来这个缆车下去 Golden Bridge， 我真的觉得起大风了耶。佛手桥那边应该也是很雾哇！你看现在下去，哇，整个一片白的耶，全部看不到。这样我也不知道高度是高还是低。史蒂芬金的电影曾经有一个电影的名字叫做《雾》，我终于知道雾里面是人类最恐惧，就是害怕未知的东西。你看啊，只有一条线，其实蛮不错的了。有2种截然不同的体验，因为上来的时候是绿意盎然，下来的时候是生死未明。其实我们要下地狱了，是不是？佛手整个完全不见了。因为其实今天天气预报是好天气，只是没想到下午变化这么大。佛手桥变成奈何桥，就这样吗？你不要乱讲话。刚刚问了工作人员，这边虽然暂时停止服务，不过其实还有其他的线可以回去，所以我们就返回去走其他的缆车下山，逃离了白茫茫的大雾，以为可以顺利下山。但我真的是太天真了。排队的时候遇到传说中的零边界感大师，讲话直接靠在你耳朵旁边的距离，当下只能双手合十，深吸一口气呀。我们现在顺利下来了，时间是下午的4点12分。下来之后，天气很明显的暖和，简直是2个不同的世界。这边天气是好的，但是上面很雾。临晚餐还有一点点时间，等于是我们提早下来了，可以先回饭店休息，马上带大家去吃龙虾大餐。等会见。我们现在要回程，司机换人了，所以他不是早上的同一个司机。对，早上司机要离开前，他要先拍张我的照片，然后他刚刚拿我的照片来跟我相认。很好的交接模式。双手封上这张巴拿山路线图，是我们这次游玩的路线。如果有帮助到你，请留言让我知道，未来会继续帮你安排好旅游路线。我们现在在莫克海鲜了，这里的人潮真的非常的多，强烈建议大家来的话一定要先定位。我刚刚来的时候，我先跟他报到之后，他说要清理一下我们桌子，大概现场等10到15分钟，他会叫我们的名字。Follow me。OK， 现在要带位。其实刚刚没有等很久，因为我们有先定位了，好险，不然现场真的要等非常的久。现在我们点完之后啊，因为很多海鲜是称重的，我们要去楼下现场挑海鲜，然后实际称重量。这里最棒的服务啊，就是他会帮你剥虾，你完全不用自己手动哦。他剥的技术很好哎，跟我们一般剥的有差，因为他连头啊非常的完整，是有专业训练过的。他剪的真的很细心哎，连龙虾边边角角的小肉他都会剪出来。然后我们点的这个鲳鱼啊，很不错的是还可以配菜一起吃，他很细心的会把一个根的刺给挑掉。喂公子吃鱼，哇，月子包这么大块肉，很过瘾哎！真的，而且人家服务你那种感觉超尊荣的。完整的螃蟹脚，哇，那螃蟹肉品质真的不一样哎！每一个海鲜因为是新鲜活跳跳的，所以肉的紧实度都是非常的高。
吃完这间海鲜餐厅真的非常推荐，为什么？有让我像在私厨吃饭的感觉，他帮你剥虾剥蟹，亲自喂你吃饭。可以在桌边欣赏它的桌边剥虾跟剥鱼的服务，这个是我在台湾目前没有体验过的服务。而且我说实在，它这样子桌边服务，它的价格我觉得是实惠的。带爸妈来，或是你自己带情侣来，这边是一个让你可以悠哉吃饭、很典雅吃饭，不用吃的很狼狈的一个很棒的海鲜餐厅。刚好我们这个座位还不错，在室内有冷气，所以在那边吃海鲜非常的舒服。口味的部分，我们刚才点了咸蛋黄跟大蒜奶油，我自己个人最推咸蛋黄，沾鱼肉、沾蟹肉，吃不腻。因为它的酱给的非常的多，所以你不用每一道都点一样的口味，你可以点个2道有大蒜奶油或者咸蛋黄的就好了。我们剩下的酱还有这么的多，你可以用剩下的酱再去沾其他的饭啊、面包啊，都是绰绰有余的。摸摸吃饱的肚子，这顿海鲜大餐太满足了。转个弯，旁边就是美西沙滩。我走到美西沙滩这一区，觉得好繁华，好像东南亚的迈阿密哦。因为旁边都是很高楼的饭店、奢华的酒吧，海风、音乐、灯光，旁边的沙滩酒吧上演超刺激的火舞秀。广场舞啊！第3天早上探索神秘五行山，吃米其林越南菜，下午喝杯越贡咖啡，晚上在高宫酒吧享受浪漫发餐，搭乘游船直击龙桥喷火秀。一大早就跑来五行山，现在是8点54分，因为晚一点的话人潮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决定一大早就来爬山。走吧。我们到这边第一步，我们先去买门票。除了一般的入场门票之外，还有一个电梯的门票，建议大家一起买，可以省下一些路程。它是不是那种越南版的百龙电梯啊？但是比较小一点。这个是小龙电梯哦。一般的门票4万块越南盾，你要再搭电梯是1万5。好，我们买好门票之后，旁边可以搭电梯。我们第一个任务要先去里面最漂亮的悬空洞，直捣核心。对，晚点再慢慢一路逛下来。最底层这边还有一个地狱门，它也是需要另外的门票。不过我们最后下来之后再下去这个地狱门。身为出国能坐就不站的代表，当然是花钱搭电梯上山啦。在抵达悬空洞之前，我们先用双腿帮大家实测路况，究竟这段山路好不好走呢？我们到第一个岔路之后啊，大家记得不要往左转走。这边没有扶手，所以在走的时候小心一下地滑，一定要穿好走的鞋。慢慢走到上面一点点，我们现在再往右边转，因为大部分人流他们应该也是直接直冲核心。这边路标右转。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走，跟着人潮走是最保险的。他们这边的阶梯做的有点崎岖不平啊，所以来这边走注意好每一步。你后面的洞穴很漂亮在喘，不过哇，那景色很 crazy 耶。前面这该不会是卖早餐的地方吧？还有板凳跟桌子，在这边喝东西、喝饮料也太惬意了吧！这么很大的巨石、树木。鸽子吃早餐，你有看过鸽子吃椰子吗？它也吃太好了吧？早上吃椰子壳。萨斯蒂亚，哎呦！你影响人家吃到早餐的。我没想到这边也可以购物那这边有现场摆摊橱窗。前面是一个很有名的洞，我听说那洞有点小，我觉得有那种密集恐惧症的人，我不太建议去这里。因为这边的指标都是越南文，所以会建议大家记得，你上来要爬山的时候，先用你的手机拍一张这边的地图，你可以参照地图走。看到这个石像，直直往前走，就是悬空洞了。其实没有非常的远，只是中间的路一点点陡而已。一走进这个洞穴，马上被眼前的阵仗给震撼到。门口有4尊护法神像坐镇，里面还有释迦牟尼佛、地藏王菩萨和十殿阎王。不过，你以为这里只是个拜拜的地方吗？
时间倒转回当年，这里更是越南英雄利用山洞的天然地形作为掩护，与女子炮兵分队击毁19架美军战机的历史遗址。来到悬空洞，大家看到这么广阔，映入眼帘的啊，是很大尊的佛像，而且是不止一尊佛像，有大的佛像、小的佛像、寺庙。你看左边还有中式的建筑寺庙。在洞穴里面盖这样的寺庙，很庄严的感觉。好，那中午时分啊，我们把视角往上面看，中午的时候它会出现耶稣光，所以那个光线照下来非常的美丽。除此之外，我觉得来到这边还有一个静静观赏的重点，我们看到旁边的墙壁上，你不觉得好像我们吃的大理石面包吗？有不同的颜色，你仔细看，它就像是一个静静的一幅画，是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出来的颜色。悬空洞这边，因为是一个空洞的效应，所以讲话还是小声一点点，不要太大声的喧哗，吵到这边的旅客。好好静静欣赏这边带给你很宁静的氛围。这个五行山啊，它是由金、木、水、火、土依照五行所打造的。以前它是为了躲避美军的轰炸，所以对他们当地的居民来讲，这边就是一个天然的堡垒，把自己信仰的宗教也带来这边，所以这边有很多壁文。我也觉得这个蛮奇妙，旅客可以留下，还是有居民在这边写上什么？这个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因为它上面写是辛亥年呢。从悬空洞出来之后，大家如果想要上厕所，从这里过去就是免费的公共厕所了。然后这边也有一区可以让大家坐着休息。这边的厕所啊很干净，跟泰国的很像，要先换拖鞋之后再进去厕所。提醒大家一下，里面的厕所是没有卫生纸的，要自备卫生纸。越南人秘密的拍照地点啊，就是从前面的悬空洞出来之后，这边右转进去，就有非常漂亮的三台寺跟景点可以拍照哦。我要吐槽一点，我来看他们地图看很久，永远都不知道我在哪里，有没有一个红点什么，你现在都不知道你在哪里。我来到这边看到他们越南年轻人在拍照，有让我回想到我以前18岁在高中校园那种青春热情的感觉。经过三台寺之后，放到观海台就在上面。好，我们走之前先请当地的奥黛小姐为我们开路。我还没走上去之前，竟然听到有人在吹竹笛，该不会有仙人在上面吧？是放音乐的啦，哦，放音乐的。不过这样也很有 feel 啊。它这边的路是有点陡，如果是长辈的话，走路来这里要小心一点哦。哇，上来这个视野很辽阔，大家看一下。哇哦，可以看到整个岘港的市区的景色。哇，好美哦！很特别是他们比较没有高楼大厦，好像小屋子，然后搭配山景。你后面那个山怎么那么可爱？这山的形状很像布丁哎。我觉得那会不会是人家攀岩的好场所啊？有点像是喀斯特地形。我本来下去，我又不敢走，因为你知道这没有扶梯，这个我要抱这个柱子这样下去，接下来我们来到灵应寺右边的望海台，这可是越南阮朝的第2任皇帝下令建造这个观景台，号称是俯瞰美西沙滩跟无敌海景的最佳视角。我觉得这景色没有到很漂亮，不用特别走过来，真的就景色像我家旁边附近的公园而已啊。好，我们在来地狱门之前呢，要来这个小亭子买票，一个人是2万块越南盾。接着我们要潜入五行山底下最大最深邃的阴府洞，这里把18层地狱的场景搬到了洞穴里。怎么来地狱门那么开心啊？你知道你现在在地狱吗？不觉得像地狱啊，像是一个很宁静的佛教寺堂，是一个庄严肃重、平静的感觉 ，peaceful。右边是地狱审判之门，这里有一个天台界，
应该是象征你爬完上去之后，从地狱出来，往上爬就到天堂了。经历完地底的黑暗后，只要爬上这条通往天堂的阶梯，看见阳光，就能体验重获新生的感觉。现在我们逛完了，时间是10:47，大家看到前面排电梯的队伍啊，已经排到这边来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悠闲一点逛五行山的话，建议早点过来。结束五行山的早鸟休息行程，现在我们要切换成海岛度假模式，前往岘港最经典的打卡圣地美西沙滩。我们要去美西沙滩前啊，看到一间法国面包的生意超好，而且你知道它很聪明吗？这边有一排的 menu， 有韩文、中文、英文、日文、英文的菜单都有，还有人物的 logo， 不知道是不是 AI 做的，真的很会做生意耶。因为来这边的世界各地的旅客非常的多，而且价格也不贵哦。有这种小的法国面包，最便宜的有没有看错？这只要8000块而已。哎，而且你仔细看哦，它这边真的是很贴心，因为你看它的包装袋子里面，这看起来应该是湿纸巾，然后还有酱包都准备好了。美西沙滩这边，这个也是竹篮船吗？我现在看到竹篮船，我要害怕。哇，今天天气好好哦，蓝天白云的，让美西沙滩更漂亮。我记得躺椅是要钱的，不过只要花少少的，印象中是几万块越南盾，你就可以在这里享受一个躺椅的悠闲下午时光。这里被誉为全世界第6名漂亮的海滩，越南版的迈阿密，因为它有很长很长的沙滩，然后旁边配的是高楼大厦，然后这里很多的外国人都很喜欢来这里 chill 一下，游泳啊、水上活动，或是单纯来这边聊天、晒晒日光浴。美西沙滩真的是岘港这里很大很大的特色，因为你没想到你可以在城市之中就找到一个让你放松的地方。白天来看的时候，哇，真的很漂亮。你看它这边的沙，是这种细的，踩起来软软的沙，这让我想起来我之前去菲律宾、去长滩岛的时候那种感觉，非常的舒服。这边还可以洗脚，不过我来洗手，我就是个怕晒太阳的亚洲人。看上面沙滩上面几乎都是欧美人，确实是哎。我刚才就觉得我们两个很突兀，因为我们两个都包紧紧，所以你在美西沙滩上面，你基本上不会看到亚洲人在这边晒日光浴。这个怕晒的亚洲人比较适合在沙滩旁边的餐车点点东西在旁边吃。法都不贵呢。披萨 M size 的130、185，而且这边是旅游胜地耶。对啊，这价格实在太夸张了，便宜了吧？有点像在淡水渔人码头的海景第一排吃披萨。来到越南旅游，怎么能不安排马杀鸡犒赏自己呢？岘港街头的按摩店多到眼花缭乱，该怎么挑选？价格又是多少钱呢？我选择做全身的60分钟按摩，现在有 discount， 26万越南盾，有一杯麦茶。然后这边有小饼干，看起来是喉糖的东西，里面有荆棘，还有姜片，泡泡脚。这间看起来好家庭式哦，里面看起来就是他们自己的家里。按摩，全身按摩要上2楼，没有冷气，不过有一个简单的电风扇，东西都有置物篮可以放在这里。这整个是浴室，有个浴缸，按摩完还有芒果。我现在看完看起来应该真的超狼狈的，就是因为中间呢还有按摩头皮的部分，所以头发就会比较乱。然后因为是全身精油按摩，在按摩最后他会用热毛巾帮你身上的精油给擦干净。推荐大家晚上你要睡觉前，你要回饭店前，你再过来按摩，不然的话然后像我现在头发乱七八糟，你等一下要去跑行程拍美照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它力道还蛮充足的，所以过程中难免有一点点的小出入。不过我觉得是无伤大雅啦，因为毕竟它不是在那种很高级的按摩连锁店，有一些按摩手法其实跟泰式按摩有一点蛮像的。然后但是有个动作我也比较不解是，
有一点是拉你的头发，按的时候我有点想说完蛋，我的头发是不是要被拔光光了？那段我有点紧张，所以如果说遇到那段的时候，大家可以斟酌一下，就可以请他可能不要按，或者说温柔一点，因为我当下真的很害怕我头发是不是要少一半了。跟大家分享，我来岘港之前，因为要找按摩店嘛，找了很多间按摩店，在 Google 评论上面分数都超级无敌高，有的是4、5千，或者甚至有到1万的评价，还是维持在4.9颗星的高分。观察了一下，店家也很知道大家都会看 Google 评论，所以有的店家他会推出5星好评，送你小礼物之类的活动。所以其实蛮多店家也是用这种方式去洗评论，洗到很高，会变成说在找按摩店的时候有一点失准了。按摩店其实是很看师傅的技术，所以没有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哪一间按摩店按摩。大家看到好评这么高也不要太高兴，因为有可能是洗出来的。一点小小的心得分享给大家，你觉得这个店的感觉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店家人又很好，价格你也能接受，你就进去试试看吧。既然评价有可能是洗出来的，那我们周五就直接去吃荣获米其林认证的越南菜餐厅。这边点餐的方式啊，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是平板，然后它有图片，但它比较尴尬的是它没有中文的显示，它还可以选它要辣还是不要辣。我发现啊，只要是还不错高级的餐厅，都会有专人服务。没想到它这个蟹壳啊，拿来也是用炭烤的，直接帮你把精华都浓缩在里面了，这样子吃是不是非常的优雅？哇哦，超奢侈的哇，好好吃，好幸福哦！因为螃蟹吃起来非常的有海鲜味，它把蟹膏跟蟹肉混在一起，质地厚唇，吃起来入口即化。这让我马上一瞬间回到了泰国，在泰国夜市吃的那种小椰浆饼，外面酥酥，里面软软的，不会过硬，有点香茅的微辣酸味。类似台湾版的蛙桂，因为它把它弄得小小的。蛙桂这种东西，你是台湾人可能吃的非常熟悉，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世界各国的旅客，你来到这边吃到蛙桂，你会有新奇的感觉，因为这个算是比较不一样的米料理，但是它是非常柔顺的。我超级推这一道的，为什么？这个让我想到我妈妈小时候帮我做的客家菜包。再加上一个很厉害的东西，我从来没有想到可以这样结合。什么？一个脆饼把它融合在一起，哇，这是一个很创意的吃法。没有想到加上这个脆脆的感觉，以及柔软的菜包搭配起来，突破了我对菜包的认知。下面这一层是脆脆的底座，不过它是没有包内馅的，主要的内馅啊都是在中间这层，看起来是有虾米跟猪肉结合在一起。提醒大家，这晚上超级无敌辣哦！我以为是一路，结果我们2个摘下去之后，辣到眼泪要喷出来了，好辣哦！刚刚不是吃到一个超辣的辣椒酱吗？来，这一碗甜点刚刚好。我原本以为白白的是杏仁豆腐，不过它是用起司做成的哟，配上旁边的龙眼，很香哎！这道甜点很特别，是在台湾没有吃过的味道。这碗甜点当收尾很棒，不过说真的，我觉得这间2024、2025都得到米其林的推荐嘛。从服务上来说，没有到很贴心，因为通常我们点了菜之后，甜点应该会最后再上嘛。不过它甜点是跟我的主菜一起上的，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团客太多了，服务上比较没有温度一点点，比我前几天去的那种小店还要有点小失望啊，而且加上其实这个价位以及吃的这些内容，在岘港来说，我觉得算是非常的贵。结论来讲，这间就是过誉了。吃完正餐，下午当然要来杯越南咖啡啊。
我现在来到越南岘港，这里一定要来朝圣的咖啡厅就是越共咖啡。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装潢是非常有复古的风格。越南以前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所以可以看到它旁边的装潢有一些以前年代的，比如说保温瓶啊、汤匙，甚至是复古的花纹。像你可以看到它椅子，有的是红白色的大花那种花纹，很像我们以前阿嬷年代那种时期的花纹。台湾有一种风格也很类似，就是客家的花布。刚刚薛仁带我来的时候，我还想说奇怪，怎么这个越共咖啡是不是很冷门，都没有什么人？我跟你讲，你错了。越共咖啡在越南非常的热门，尤其在汉江旁边那间越共咖啡厅，超多团客、超多观光客会去的。所以我这次带你来的这间啊，是远离了那边，这里的氛围比较安静，而且你看这边的环境又比较宽敞，又是楼中楼的设计，所以我觉得这间很棒。每次来旅行啊，我们在品尝当地的食物跟饮品的时候，会透过它的原料或是它的一些食材，我们可以回溯到以前的历史的脉络。那我点的这个是这里的招牌椰子咖啡，因为加了椰子冰沙的关系，所以它的甜度算是变得比较高，连我这种不是很敢喝黑咖啡的人也可以接受的。我喝这杯咖啡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以前的回忆。我小学的时候很喜欢去贩卖机投一个饮料，叫做咖啡牛奶，想说哇，咖啡应该就是这么甜甜的好喝。长大之后才发现，不是。越南咖啡为什么会喜欢加炼乳？主要是因为以前那个年代物资比较缺乏，以及越南的天气这里很热，比较难保存牛奶或是有乳制品的东西，改加入了炼乳，才变成越南风格的炼乳咖啡。晚餐时间，我们直接升级到高空酒吧，品尝法式料理，享受无敌夜景。到底在越南高级餐厅吃法餐要花多少钱呢？这是误闯了什么奇怪的地方啊？这感觉好像是人家婚礼耶，旁边好像是人家婚礼在彩排，等一下要表演跳舞。My reservation under my name, Sharon. Yeah. We got your table outside, but now the weather quite good. Would you like to take a seat outside to have some drink and then go inside for dinner? 我们今天晚上来到一间高级的法国料理。越南这里以前曾经被法国殖民过，所以这里有蛮多很不错的法国料理餐厅，而且价格我跟你讲非常划算，而且这里的景色非常的好。屋顶上面有一个户外的酒吧，你可以看到汉江，以及看到山茶半岛。我觉得白天是一个景色，晚上的夜景更漂亮。它是在一个非常高级的 hotel 上面，而且那无边际的泳池，哇，看起来真的是辽阔无际。这间的行政主厨是曾经得过米其林星级的主厨，在这里坐镇。菜色是融合了法式以及意式的料理。那我们刚刚点了一个主厨的套餐，我们等一下来看看它的菜色。这间餐厅很棒的是，如果你生日的话，你可以跟他们讲，他会特地帮你布置这样子的座位。而且我发现他们服务人员蛮钉钉的，英文都蛮流利的，就是还蛮认真在服务你的。刚开始定位的时候，他们就很积极的跟我联系。定位的时候不小心写了中文名字，那他有特别问我说我的英文名字是什么，所以从一进来接待的时候，那个服务生非常的贴心，一直记得我的名字，然后点完餐之后也跟我说，谢谢 Sharon。不过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吃法国料理，因为在台湾也没有机会，也没有那么多的钱敢去吃法国料理，所以我想说，好，那既然我来到岘港，大家都说岘港这里的法国餐非常的划算，我就来这边试试看吧。我们平时是小资夫妻，前几天还说一节食了。所以等一下，如果法国料理有我吃不懂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第一道开胃菜，外形很像印度料理的前菜，那它里面包的是有点微酸开胃的鲜奶油的味道，包裹着鲑鱼，还蛮好吃的哦。这个开胃菜也给过。这道的吃法觉得有点融合了越南的风格，因为它还配了一个脆饼，让你配着生菜沙拉一起吃。有点可惜，就是它那个虾酱太突出了，干掉了其他的味道。
饼看起来很多芝麻耶，非常的扎实。不过就是一般的饼干，应该要配它这个。法式料理是不是很讲求一些创意的吃法？因为本身和牛的肉都是好吃的，它这个和牛还蛮软嫩的哦，然后配上酸酸的酱。但是我就觉得说，到底为什么要加上芝麻饼？加上芝麻饼也没有额外的加分效果，也许就是单吃食材已经满足不了有些人挑剔的味蕾，所以他要加一些特殊的吃法。这道鲍鱼鲜虾汤，我吓到因为它装饰的非常的漂亮，上面还有用小花在点缀，长形的面包让我想到我在惠安古镇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小船，小花就是河上面的水灯，下面就是秋盆河。你不觉得这道菜就是惠安古镇的缩影吗？我吃到现在，其实除了摆盘之外，法式料理的感觉比较低一点。我觉得这里的法式料理有结合东南亚的特色料理。刚喝这个鲍鱼汤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以前那个吃板豆菜的时候，佛跳墙的汤头啊。对不对？还有的鲍鱼汤底也会是这个颜色，然后喝起来也是类似，有一点点偏羹汤。我们的主菜点的是安格斯牛，原本还担心它会不会太生，结果吃起来意外的软嫩，那个熟度真的是刚刚好，很厉害。另外，我很喜欢旁边的马铃薯煎成这种长条形的，四面煎的脆脆的，很像在吃薯饼，好好吃。它配上的是富国岛的胡椒酱，因为富国岛的胡椒也是越南这边的特产。这个牛排的等级应该是台湾等级很高的牛排店的牛排了，但是你在这边真的，你只要用1半的价格就可以吃到了，很划算。吃完正餐，我们移驾到高空酒吧吃甜点、看夜景。我没想到提拉米苏是现场在你面前做耶，奶油非常入口即化，咖啡的味道也很浓郁耶。不过我说真的，可能它还需要一点点时间融合。我现在吃起来有一点点分离的感觉。甜点上的时候啊，我在想，为什么这个甜点的分量比我的主菜还要大？很大一个甜甜圈，原本很期待，但吃了之后。我觉得这个味道很熟悉，就是一般的卡士达甜甜圈，柠檬的味道还蛮抢戏的哦，会盖掉卡士达的甜腻感。其实我有在想，这里的法式料理也许比较适合欧美的客人，对于外国人来说，来这边尝鲜可能会觉得，有一些东南亚的元素在里面，非常的特别。所以你吃过纯正法式料理的话，我就会推荐你来这里点他们的饮料喝。那也提醒大家一下，这边有每个人最低消费是30万越南盾。不过这里的景色、这里的服务绝对是超过那30万越南盾。第一次的法餐料理，最喜欢哪一道？个人比较小爱吃，但是我觉得它甜点提拉米苏做的味道层次很丰富。这边的 waiter 啊，穿的很像工装的衣服，非常有型，英文能力普遍都是非常的好哦，所以来这边大家不用担心沟通上面会有问题。这边的景色白天晚上都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会还蛮推荐大家可以早一点就过来这边用餐，这样你白天跟晚上的景色都可以看到咯。最后要结束离开的时候，还有上一杯让你 refresh 你的嘴巴的小调酒。有点酸酸甜甜的感觉，是加了芒果以及柠檬。虽然我刚刚已经用完餐了，但是我现在完全不想离开，我想再多坐一下哦。那来这里不用像我们一定要点法式料理，因为其实这里很多外国人只是来这里点个啤酒、喝个饮料就可以享受这边的美景，会有点感慨，因为这样子的景、这样子的服务，在台湾你要至少要花个3-4千块跑不掉吧。然后服务，其实这次我来岘港有让我很大的改观，因为不管说是我们去很便宜的小店，对，或是高级的餐厅，服务是已经用心到会去观察每一桌客人的反应。我基本上手不用举起来，我只要眼神跟他对到，然后眨一下眉毛，
他就知道我要干嘛，他就过来了。对，我猜他们5年到10年之后，旅游业应该会再蓬勃发展。这边有点像是以前刚开始要发展的曼谷哦，因为像现在的曼谷近几年物价起来了对物价有开始涨，但是越南它还在发展中。我们来到这个高空酒吧，没有限时，没有赶我们，因为我们其实已先付了钱，没有说先生不好意思，你用餐时间到了哦，2个小时，请你赶快付钱，赶快滚。花少少的钱，可是获得尊重跟服务的品质，真的是你超乎想象。还有一点是越南这边的优势，你会发现这里的人力很充足，而且服务生都非常的年轻。哦，对，我有点吓到哦。旅游就是要感受这种年轻的氛围，你会觉得你瞬间年轻了10岁。体验完高空百万夜景，我们换个视角，直接搭船游汉江。河面上的景色值得特地来一趟吗？哇，我们现在来到什么夜店的场所？后面的船一艘比一艘还要亮七彩霓虹的，我说实在，来到这边会让我想到之前去泰国昭披耶河搭游船体验，但是这边是越南版的，目视一下汉江，河道非常的宽。来游汉江，我们主要会去看前面的龙桥嘛。那龙桥的喷火秀是每个礼拜5、6日的晚上9点会有喷火秀。有2种方式可以欣赏，一个是在龙桥下方，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这样子悠闲的搭船游汉江。但是呢，通常是8点15分那个场次的游船才有机会在船上看到龙桥。我们今天很可惜的太晚订了。8点15分的场次已经满了，所以我们现在订了7点15分的场次，但是也没关系，就带大家来看看这个游船大概可以看到龙桥的位置是近还是多远，看一下船上的设施。会不会觉得后面的灯光搭配的好像都太突兀了？非常的亮，你看这个是非常的粉红，那边是七彩霓虹的颜色。我们来体验看看越南美学的游船。然后这次的游船票我们提前是在 KKday 上面订购的，订购的链接我放在影片下方资讯栏。那提醒大家记得提前10分钟到现场来，现场这边有非常多家的游船业者。我在 KKday 上订的是这间，我不会念你爽吗？你爽。来这边 check in， 我觉得很不错，是集合点，它都会有船的名字在这上面，不同的船的名字哦，分门别类，所以你不用担心找不到地方。我们去现场报到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要几点回来这里集合。不过我觉得6点50应该还是有点早，因为我们船是7点15分才发车。没有，你早点上去熟悉一下环境啊。今天要干嘛？熟悉环境？那个救生衣在哪里？我会害怕。因为这边的船太多艘了。所以你跟柜台小姐报到之后，他会有人带你走，免得你上错船。我们好像是前面那艘，对不对？啊，看到了。貌似他没有划位，所以上去自己要去找合适的位置啊。哦，他上来有送一下迎宾水果，对啊，这水要钱吗？应该是不用钱的，因为它放在这边应该是让你自己喝的。但如果你上面想喝其他饮料，也有酒水 menu。餐厅看表演秀的感觉，而且很不错，是它上面的屋顶是镂空的，所以可以看到星辰。喂公子吃水果。没有服务生喂你，老婆喂你。结果现在已经7点20分了，还没有开船，因为我们旁边有一艘船，我想是不是要等前面的船跟旁边船都出发了之后，我们才能出发？看起来它好像是一个 group， 就是全部统一一起出去。因为我们旁边那艘船如果还没出去，我们这边也动不了。前面那艘船超嗨的哦，大家都在上面跳舞，耶！我们终于出发了。
我觉得坐上来比我想象中的景色还要漂亮，因为有一些大楼的灯光艺术是我们在地面上、在路边上是没有办法看到的，你必须要搭上船之后才可以整体性的看到这些灯光建筑。因为河道很宽哦，所以你那个视野非常的广阔，非常的赞。刚开始前面不是有一点点嫌弃说啊，这些船太五颜六色、太缤纷了吗？但是船到了汉江上之后，灯光的倒影打在河面上，变得很漂亮。真的确实，你看我特别喜欢这2艘，它投射在湖面上的倒影超美的。搭完汉江游船，重头戏准备登场啦，就是周末限定的龙桥喷火秀。建议搭船看还是去龙桥旁边比较好呢？继续跟着我们的实测镜头，马上告诉你答案。看到异常热闹，有点让我想到台北的渔人码头，但是这边好多外国旅客，而且这里整个街道上变成小夜市。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龙头？等会会喷火，因为我没有看过喷火会怎么样子，预期等下会哇，像新年跨年的那种感觉。大家看一下，银流现在变什么样子各位，我整个淋湿了，我没有想到，本来是喷火，然后还喷水，这超凉，全部都淋湿了，大家都超嗨的。因为前面那火真的很热，但是我发现到后面不大对劲啊，怎么开始要喷水之后，全场都在叫，觉得蛮开心，这是我出乎我意料，就是旅行很快乐，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冒出什么。原来在龙下面是这么嗨，这么有氛围，因为大家都玩疯了，然后有一些小孩子就穿雨衣，他们应该是本地人，知道准备要喷水，然后我们那些外国人说哈喷什么水，不就喷火嘛，然后一喷说哇靠，然后那个水就超快的，好像是那种台风天，然后风吹很大，然后大家往后面跑，所以超好玩的，是不是觉得幸灾乐祸？我看老公淋成这样，不是，因为我跟云流想说要给大家不同的角度，所以我们是分开拍摄。那他刚刚云流跟我会合的时候，我傻眼，他整个头上，然后看到全部都是水，笑死我了。我刚原本以为你下来之后会骂我说怎么让你在上面淋雨，结果还好你玩得很开心，我就放心了。就也在当中啊，这就是旅行开心的乐趣。但是记得啦，就是如果你今天身上有带贵重物品，不要被水淋到，因为我看到很多人把 iPhone 藏在下面。第4天漫游世界遗产惠安古镇，品尝道地惠安三宝，体验古镇游船及手作彩绘，夜晚观赏世界级的震撼表演秀。早安，我们今天要去惠安，从岘港到惠安大概也要40到50分钟左右。我们这次同样也是选择在 KKday 上面包车，如果你随机叫计程车的话，有可能计程车的品质参差不齐。包含像我们去巴拿山也都是休旅车的车型来迎接我们。包车的过程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找得到平台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比较不会去找私人包车，因为假如中间你过程发生什么状况的话，私人比较难去帮你承担一些责任及风险。这间饭店小小的一个缺点，因为它位于巷子里面嘛，但是有点难找。前面的巷子啊，因为刚好在铺路，所以不太好走。然后我们就从外面的主干道进来这个巷子之后，就可以到这间饭店。来到这间饭店啊，我想说，我是来到毕卡索的家吗？连厕所这里也挂了超多幅画的。它的壁贴很有艺术风格，看一下户外的泳池，哇，都是鹅黄色的配色。这个位置真的是闹中取静因为惠安古镇那里晚上其实蛮热闹的，以及靠近大马路啊，会有一些机车的声音。这间饭店位在巷子里面，晚上可以在这里好好睡个觉，不会受到外面很热闹的声音打扰。我真的很喜欢这种饭店啊，
它的阳台被绿色植皮包覆的感觉。这是灯笼，结果这边有一个超大的，这真的是水果耶，好大一颗哦！这间饭店有提供 SPA 服务，有 10% 的 discount。账目表可以在这边看。早餐的时间是早上6点45开始到9点45，然后可以免费租借脚踏车，然后这里有免费的 WiFi， 然后还有 shuttle bus。饭店到惠安古镇10点、12点、1点、2点、3点20、5点半及晚上7点都有 shuttle bus， 但是大概要半个小时前跟柜台这边预约。然后这边的 shuttle bus 时间是从古镇回来饭店，早上10点、中午12点10分，还有从安邦海滩回来饭店的时间。那最晚一班从古镇回来的是下午5点40。虽然说从古镇回来的时间班次没有很多，但因为其实我觉得这里离惠安古镇没有算很远，大家慢慢散步走回来是 OK 的。这边直直走过去就可以到惠安古镇。饭店的话，你就要走到这边这个巷子进去就可以到饭店了。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沿路上非常多的 SPA 店、按摩店，或是你要彩绘指甲都有，然后便利商店也蛮多的。这里有一间租摩托车的店，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在富国岛租机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除了国际驾照之外，也有期待自己台湾的驾照？对，但是他们不看驾照的。对，其实没有检查，但是还是带着会比较保险啦。因为我看很多外国人、欧美人士几乎都是来这边租机车移动。然后除了租机车之外啊，这里也有洗衣的服务，1公斤35000越南盾，比刚刚饭店便宜一点。我们刚刚饭店的话是1公斤5万块，不过在饭店洗就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再出来拿啦。我发现这边好像没有连锁的超市，都是这种小店，然后都写 mini mart。因为我们想要买包装的水果，这边就小超市，它没有那种大型的冷冻柜，所以要买超商切好的那种水果，在岘港会比较方便一点。在惠安古镇这里目前是没有看到。我发现我们这边的 SPA 店啊，都有养可爱的贵宾狗，这边的贵宾狗好可爱哟。你是来揽客的吗？白天的惠安古镇看起来非常的普通，不过晚上会变超漂亮。虽然晚上的夜景是重头戏，但距离2点饭店办理入住还有一段时间。午餐先去吃惠安古镇最厉害的法国面包。我现在来到惠安很有名的一间法国面包的店，它可以外带也可以内用。我们这次点了一个 barbecue 的跟一个综合，这2个都是招牌，一个是4万越南盾。你知道吗？这一个在台湾店至少快100多块钱，里面是有肉有蛋的。那这个 barbecue 饭里面给了超多酱的。在这里直接吃，竟然没有热热的，它的面包是温的，它的内馅是偏干。我喜欢法国面包里面的酱汁要多一点，那味道上其实我觉得普普通通，没有到太惊艳。高楼面、惠安鸡饭以及白玫瑰是在惠安一定要吃的特色小吃。为什么呢？因为出了惠安你就吃不到了。为什么会选这一间呢？因为据说这一间是高楼面的发源地，评价也是非常的好。看到墙壁上面啊有非常多的照片，虽然说它的名气很大，不过它的价格却很亲民，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佛心啊。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惠安吃到高楼面，吃起来是甜血适中，不会吃起来过腻。店员跟我们说，高楼面要加这个柠檬角，再加一点辣椒，才是他们当地正宗的意思。面的口感真的非常的特殊，是我在台湾没有吃过，口感非常的紧实紧致，跟米苔目松松软软 Q 弹的感觉不太一样。另外一道非常像艺术，像是台湾的馄饨，取了一个非常有意境的名称，叫做白玫瑰。我个人蛮喜欢白玫瑰的，葱头给的非常的多。我觉得这道的特色就是要吃它的油葱头啊，咬下去好香哦，再加上一点点鱼露的酸甜味，吃起来很清爽。白玫瑰的肉在哪里？是中间这块小小的，所以吃白玫瑰重点真的不在于它的内馅，是在于它的外皮跟口感。再来这道是惠安鸡饭，惠安鸡饭它这边是用干式的吃法，一样可以加上柠檬角以及辣酱吃。它的饭还有再加了一点点的姜黄以及鸡油下去煮，所以有点淡黄色的颜色。
那我们要学习一下当地人的吃法，把全部的酱料配料全部都和在一起。放山鸡的鸡肉质是真的很好的，那加上洋葱、红萝卜这些青菜混在一起吃啊，就是清爽气，吃起来没有负担。Thank you so much。刚还很热心的送我们一盘芒果，因为我跟他说我2-3年前有来过惠安，非常喜欢惠安，他谢谢我再次来到惠安，所以请我吃的这一盘芒果，非常的贴心。我刚才以为店员是看到我在拍摄，所以来跟我聊天，但没想到我看他店员每一桌都去跟人家抬杠，店员不是说只是送菜了，会去关心每一桌客人的状况。你以为这一餐是几百块、几千块的菜色吗？没有，这都是非常平价的平民小吃哎。就是死不信邪来惠安一定要吃到好吃的越南面包。因为我跟刚刚那个店员说，第一间我没有很喜欢，他非常的认真推荐我说，一定要让你吃到惠安最好吃的法国面包，这是他推荐我们的这间。首先拿到的时候，面包饼皮是热的，脆感有很好哦，这才是我心目中完美的法国面包应该有的脆感。我刚才看一下它里面的肉啊，给的也还蛮充实的哦，而且这个真的不贵，才4万越南盾而已。因为这2间都很有名，我们2个都认为这间比较好吃，推荐大家来这间。刚刚在逛惠安古镇的路上啊，看到这个芒果饼，不过大家不要被它的名字给骗哦，其实它里面是没有芒果的，其实里面包的是花生跟糖，然后外面像是麻糬，是惠安这边的特色甜点。然后另外一个也是这边的小甜点，因为其实我觉得阿婆也是很随性在卖，我就跟他说我买那个芒果饼，那顺便送我一个，他也 OK。红豆版的双胞胎结案。这2个说实在不用特别花时间去买，台湾人太熟悉了。眼前这座美丽的惠安古镇，在17、18世纪是东南亚最繁华的贸易中心，至今这里还完美保存了当时的住宅、会馆和寺庙，展现多种文化的交融。在1999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为什么惠安这边有那么多文化交流？例如像中式、日式跟法式，最主要是因为岘港它有点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节点，世界各国会来越南这边进口他们的香料、咖啡，所以惠安有很多的文化交流。所以你看哦，旁边这边有广造会馆，偏中式的建筑的特色。广造会馆里面拜的主要是关公，大家要签合约、要做贸易的时候，为什么要拜关公？代表守信用。来到广造会馆后面啊，有一幅画，引起了我的注意。什么？就是你耳熟能详的三顾茅庐，那个黑面的杀猪的张飞，左边这个就是刘备，右边这个就是现在目前越南人最夯的神佛之一。关公他要去拜访诸葛孔明，请诸葛孔明出山。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最奇妙，就是这边有一个小童骑着牛，吹着竹笛，好像我老婆那个。你要跟我说你知道是谁？而且这幅画其实蛮巨大的，它是立体的哦，可以从侧面看。这里为什么叫日本桥？顾名思义，是日本人在这里留下的古迹建筑历史。所以我们在这座桥的桥头跟桥尾可以看到一个猴子跟狗的雕像，代表什么呢？代表它是在猴年的时候动工，狗年的时候完工。那同样，这个雕像也代表这里的守护神。什么样的古迹让各国元首都专程造访呢？就是这栋融合中日风格的竞技古宅，见证惠安的兴盛。到后来因为洪水导致大船进不来，经济走下坡。尽管经历洪水破坏，不过使用优良的建材，让这里保存得完好如初。 We stand here. I want to demonstrate the Confucius cup how it works by using. This cup has a small hole at the bottom. But if I pour water inside the cup up to 80%, nothing happens. 80% are okay. But when I pour more than 80%, all the water sent down come literally. Yes, this cup with a very meaningful humanistic philosophy. Anything in the life, moderation. 80% is enough. Sometimes we want too much. Maybe we will lose anything.
刚才本来要走出去的时候，看到上面神坛在上面，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啊，会让我觉得就是举头三尺有神明，你要对神跟佛要有尊敬之意，所以他把建筑的格局弄成是这个样子的形式。没想到这里也拜妈祖。由于早期华人大多是乘着木船渡海而来，因此在这栋粉红色大门的福建会馆内，供奉的是保佑海象平安的妈祖。走在惠安古镇，你是否好奇为什么这里的房子几乎是黄色墙壁呢？据说啊，黄色是皇室的代表，象征尊贵与繁荣，而且这个颜色能帮助房子散热，很适合越南炎热的天气。这间是惠安非常有名的草本茶，传统的草本，然后加上柠檬、香茅、肉桂，所以在很热的惠安，你喝这杯非常的解暑。你有看到它的装，就是小小的一间，然后还有树叶装饰，非常多的人穿着奥黛来这边拍照，而且这杯也不贵哦，19000又拿够。我们现在来到这间咖啡厅啊。比较特别的是，来到这里你会觉得非常安静。这边工作的员工大部分都是听障人士。茶馆的创办人是越南当地的一对夫妻，他们本身也是身障人士。因为知道身障人士在工作就业上非常的不方便，有很多的不便利，建了这个茶馆，让有听障的人士可以在这边工作。所以你会发现啊，沟通的时候，你可以拿着需求的方块给他们。其实在惠安这边有非常多很有特色、很热闹的咖啡厅，但是我们偏偏选的这间，也是希望可以宣扬这样子很有善心、有善意的餐厅给大家。那我这次点的是，就是一个茶的 set， 可以选3种不一样的茶品，所以你一次可以喝到越南当地不一样的特色茶，茉莉花茶、乌龙茶，或是越南当地的绿茶。茶香味还蛮重的耶，它每个茶都有配一个相对应的小饼干，可以搭配着吃。我觉得重点也不是说一定要品尝到多好多棒的茶叶，而是来这边享受这边很宁静的氛围，以及惠安这边很有特色的古宅建筑。阿轩人在外面点了一坛热腾腾的芝麻脆饼，里面有椰丝的嚼劲，还不错。10万块越南盾哦，10块钱。哇，雨太大了。我发现到一件事啊，查了一下惠安这边的天气预报，完全是不准的状态。对，不准。气象预报写1点左右会下雨，然后下午就放晴了。结果现在3点了，还在持续的间接性下大雨。下雨天不妨来到惠安传统艺术表演馆，欣赏越南的民俗表演。入场时，每个人拿到一张牌，在最后发牌唱曲时有抽奖活动。我们在 KKday 上面预约的半日游行程，5点半的时候就在这边集合，有一个招牌，中间过程有手艺的活动，以及最后我们看惠安印象的表演秀，都可以搭自烧船过去，你就不用再搭电瓶车或是招计程车过去，因为离惠安印象表演场还有一小段的距离，所以我们搭船会是最方便的。然后出示你的凭证来这边 check in。我刚才在路边啊，看到旁边的船，不是搭那种有点像普渡船哦。我觉得那个有点太花俏到有点失去美感了。有时候灯太多，其实也不一定是好事，而且它的灯五颜六色，好像七彩霓虹灯。问一下，他这边大概15万一艘船，2个人20分钟。哇，他这有点像是私人的。
们下船之后，只要过了这个桥，就到惠安香秀的活动现场了。那我们还有一个是彩绘斗笠或是扇子的活动。过了桥之后啊，我们就右转，直直走。旁边最大栋那个是惠安印象表演秀的场地。那8点表演开始，大概7点10分到7点20分就可以先过来排队，会站到比较好的位置。时间是有一点点紧凑，因为我们大概6点才到这里。现场提供了斗笠、灯笼和扇子，平常不拿画笔的我们，赶快临时抱佛脚找灵感，还好夫妻同心，顺利完成作品啦。我们刚才画完斗笠，我突然觉得我好欠缺画画的耐心哦。偶尔来体验一下，还蛮好的。在画画当下会进入心流，你可以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如果来不及吃晚餐的话，也不用担心，因为在会场前面啊，有一些小摊贩可以买东西。好，我们现在在会场里面啦，是可以带食物进来里面的，边看秀边吃。我觉得这真的很不错，因为有的表演它会禁止你带食物，而且很厉害是，竟然上面可以看到星辰。因为这里是露天的表演场所，天气好的话，上面可以看到星星。你之前有来看过一次，你觉得感觉怎么样？非常的厉害，我很想带老公来看一次。这是我第一次来，然后翻到好多旅客特地来这边，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这个精彩的表演咯。我真的很推荐这个表演呢，我没想到它的场景、光影、现场的实体的布置哦，都很到位，人员的配置至少超过200位以上。它每一幕我其实都蛮有印象，例如像婚礼，或者是他通商的时候，有各个国籍的人来这边交流，氛围或者是他人员的舞蹈表演，非常的整齐，而且有快慢，有对拍，整场表演我觉得有做到起承转合。该进的时候有进，该热闹或是欢乐，他都会把这个带到位。因为场景很大的关系，我可以从左边一直看到右边去，每一个场景的角落基本上都有配置人员，有点像是看小人国一样，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小部分的人他们在活动在做什么，非常的有感觉，不用怀疑，这个真的非常推荐。看完表演还意犹未尽吗？回程有放水灯的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会帮忙拍照。由于船身较高，所以贴心的提供专用工具。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房型，哇，一样这里有非常多的画，住在这里我都觉得我自己好像有艺术气息了。然后前面有个大电视，有一个小沙发，免费的水、咖啡、茶包，迷你冰箱里面的都是要另外付费。像可乐的话是2万块越南盾，这边有 room service 的菜单，价格都是在10几、20、30万越南盾之间。我很喜欢化妆台紧邻着窗户，为什么？早上的时候化妆光线比较充足，对女生来说非常的 OK。等一下，为什么这边有一个皮带在这里？等一下，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所以这应该是装饰用的吧？然后我们的床，双人床，不过这双人床的尺寸是比较正常一点。那个小窗户很像阁楼，看出去对面就是矮房，还有一些稻田。其实我一进来觉得讶异的是，怎么有一个浴缸？我纳闷，这真的是可以洗澡的浴缸吗？让我们来开水看看。哦，真的有但是谁会在这边洗澡给外面的人看啊？没有就穿泳衣洗啊。不过旁边配这盆花真的很漂亮真的好法式风情哦。而且大家仔细看这视野真的蛮好，旁边绿意盎然的前面，我应该有正常一点洗澡的地方吧？它的浴袍为什么是这样放？因为看到他自己有一只手插在里面，献出你的心脏。然后旁边这边还有2把伞，直接放在房间里面给你使用。因为其实我发现来越南这边天气预报不是很准，它没有浴室隔间的概念。脸盆就在这里，然后浴巾，看一下基本的备品，牙刷、梳子、浴帽、棉花棒，然后那应该是刮胡刀，旁边洗手乳。室内的就是那种圆蓬头的淋浴间，然后厕所，所以就没有浴缸啦。你要浴缸真的是去阳台洗澡给对面的邻居看。
这一晚的住宿费是2个人1间房，大约台币1800。不过我们今天 check in 的时候，柜台小姐有跟我们讲，还有免费帮我们升级了房间。睡醒后，这间像美术馆的饭店，早餐到底吃什么，又有多丰盛呢？跟着我们去开箱吧。第5天玩超嗨的竹篮船，享用澎湃海鲜火锅，前往在地市场吃酪梨椰子冰，采买伴手礼。晚上去超高人气餐厅吃披萨。从惠安到竹篮船的位置15分钟就可以到了。为什么会有竹篮船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早期法国殖民的时候，当时他对传统的渔船课征很重的税。越南人非常聪明，他想到把船做成是挖工的形状。司机现在就放我们在这边下，差点把门关起来，把学人关在里面。是忘记老婆了吧？下来之后啊，计程车就没办法开进去了。这边有非常多的竹篮船业者在这边揽客。No, thank you。那我们有我们在 KKday 上面预定好的，而且服务人员蛮热情的。Number one，加油加油！哇，好嗨啊！情绪价值给好给满，真的。Go go go！ 哦，小心啊！摄影师帮我们拍照。现在是要准备跟人家交汇嘛？哦，竞速竞速！哦，这是一个龙舟体验就对了。前面就是水上游乐园了，付钱上去体验一下什么叫做河中间边摇边吐的感觉，非常厉害的一个技艺。你看他的脚要保持平衡哦。哎，现场看现场转真的蛮酷的。来，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生死交关。我真的很怕摔下去哎。nhanh nhẹ đi đã， từ từ đã。壮士小夫妻齐头相我的天哪！好，现在轩儿已经不舒服了。Let me take a break. Let me take a break. Thank you, thank you. Oh my god. 拜拜。已经半条命没了。感觉怎么样？我刚下来之后，哇，那比咖啡杯还要晕呢，因为咖啡杯是平面的，它是有倾斜的角度。不要吃完早餐来这边，你一定会吐。但我觉得来可以体验看看，因为这是他们越南传统技艺。我觉得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这个上来之后啊，赶快围。因为以前是很传统的救生衣，但是它现在为了好看，变成这种护腰的。哦，会不会我们这几天吃的海产都在这边来哦？没有啊 ，no good no good， 他也说不好好不好？前面那一艘，请问是漏水了吗？因为我刚刚看到有渔夫把水捞出来啊。我们下次要出海是不是？太厉害了，体力真的很好哎，这是手滑的，不是电动的哦，各位。我很纳闷哦，他们会用这样的形式呈现，是不是因为他们以前的渔民的生活真的有这样一区一区在海上里面唱卡拉 OK？ 这个好可爱啊！应该是船夫上去跳，船夫自己上去跳，哎，这么嗨！好奇哦，如果说今天摇摇船变成台湾版，你觉得在上面可以办什么活动是比较像台湾人会做的事情？烤香肠，然后要甩那个西巴岛啊！对，代表台湾的传统。还有套圈圈哦，可以。摇摇船套圈圈。哦，这边景色不错哦，他会帮你找好看的景，然后叫你的这边拍照。然后拍照。哦，站在这边拍照。好，你摸摸看。哇，真的好硬，很重哎。就是你除了这边游船之外，里面有很多 coconut 的花跟果实，竟然是长在河边。这就是宾客互换就对了，渔夫一直在嗨，然后乘客自己这边滑。啊，对，我要教你技术啊，对啊，想要当我的接班人。哦 ，coconut 的培训一日有。哇，阿嬤也要转了。阿嬤终于把那个必杀技放到最后炫技了，除了要会游，还会转。哇！哦，原来他们以前也是这样子钓螃蟹当下酒菜的。我好奇，就是阿嬤她怎么去看
哪里有螃蟹，因为他看得很仔细。哦，真的，还是我来。好，你那个，哎呦，有，拉上来，蛮有力的哦。所以你现在跟你看螃蟹比力气，哎呀，没关系，功亏一篑，但是有看到螃蟹本人就够了。阿嬷用心，我觉得还蛮感动的。Thank you。我们这样的旅程大概花了多少时间？差不多40分钟，其实我觉得还蛮划算的这个活动。感恩，拜拜。我下船之后还是有一点想吐，真的这个后遗症很重哦。在越南这边啊，很多东西都是要杀价，比如说像摊贩这边买包包，来之前你一定要先大概了解行情价的范围在哪里，才不会被骗。哦，对，例如像是刚才 Coco 拿 boats， 他对不知道行情价，他随便开，你就真的傻傻的付那个钱，但其实那中间落差其实蛮大的。对，可以到1半以上。经历了这场水上大战，也差不多肚子饿了。接下来这间海鲜餐厅是我目前在岘港吃到 CP 值最高的一餐。点了龙虾之后，然后现场去看龙虾，然后称重。历尽艰辛万苦，还要在海上遇难之后，现在可以吃这一餐，我真的觉得超感动。点了一个海鲜火锅，你看它料很多哎。除此之外，没想到还有米线，还蛮丰盛的。没想到在冒烟了耶！他有要来帮我开锅盖吗？还是我自己要开？开哦，超烫的耶！那个卫生纸，我万一我的手也熟了哦，好滚哦！里面的鱿鱼是软嫩 Q 弹的，炸的不油腻。这边的蘸酱有点不一样，越南当地的辣酱再配美乃滋，吃起来蛮开胃的哦。哇，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这次又点了一只龙虾，好鲜甜哦。这也是活跳跳的龙虾哦，下去现蒸的。这间餐厅的龙虾价格不算贵，1公斤是120万越南盾。大部分在岘港市区，差不多龙虾1公斤是150万越南盾到175万越南盾之间。吃饱喝足，往机场方向沿路玩回去。来到他们越南的在地市场，听说这里的水果蛮便宜的。再来要找一个罪恶的小甜点，就是若梨冰淇淋。在地人的菜市场，所以真的观光客少非常的多。进来这边啊，很多卖服饰的，所以也许这里定做奥黛也会很便宜，因为我看到它也有裁缝师在这边。前面这一间是很有名的若梨冰淇淋，所以它中间这一区都是吃的。看一看，小中大，价格也很便宜耶，2万、3万、6万。Small one please。Một kem bơ à? Chắc flower xích here. 谢谢， Bên đơn và bên nhà là bên này mà. 感恩。若梨真的好浓，我好爱。好好吃哦，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它的甜度适中，刚刚好，不会过腻，还是吃得到若梨的味道。这个很棒。你是不是后悔只点小杯了？对，反正点大杯吃到爽，因为你看旁边有很多在地人在旁边吃，在这种在地市场吃真的很有趣，因为跟旁边的人都离好近啊。你看这间生意超好的，很多外送的也来这里。这间好像是若梨冰淇淋的创始店，是从这边发迹的。超市看菠萝蜜啊，大概只有它的2/3，约5万块，但是这边才45哎，这个可以买。买完水果还不够，接下来这个地方绝对会让你买到手软。我们来到当地的大卖场，这里有免费寄物柜，买完伴手礼别急着前往机场。岘港美食的最后一块拼图，这间被誉为评价最高的餐厅，没吃到绝对会后悔。这间店最厉害的是，他们有自己的牧场，可以产起司。我们今天点的是他们的招牌布拉塔火腿起司披萨。Papaya will fresh homemade cheese. Can you make with the shell of mozzarella cheese and inside contain mozzarella cheese and whipping cream? 上面那个白白胖胖像一颗球的啊，就是布拉塔起司。
是这边的招牌。第一口吃到披萨，火腿好香哦，很高级的火腿。它的起司是非常清爽的奶油起司，有点像日式风格，吃起来很清爽飘飘然，配火腿吃起来咸中带清新的味道，真的超棒。披萨另外一半点的是4种起司披萨，那这个吃法比较特别，要配上蜂蜜一起吃。这间的起司味道不是我想象中那种味道很咸的起司，吃起来都是淡淡清爽，蜂蜜也不甜腻哦，很像饭后甜点来一块蜂蜜松饼的感觉。蟹肉意大利面我也蛮推荐的，蟹肉都挖下来了，全部撒在面的上面，你把它搅拌开来之后，每一根意大利面都可以沾满蟹肉的精华。提醒大家，这罐辣油不是在开玩笑的，真的非常的辣，请你先沾1滴就好了，辣度 OK 你再用。超好吃的这个布丁，吃下去很柔滑，鸡蛋香超香，然后下面还有一点点的焦糖。我跟你说，这布丁我可以把它列入 Top 1了。如果你的行程有额外时间，强烈推荐多留1天住度假村。岘港的度假村是出了名的高 CP 值，真的会让人住过后不想退房。我们一到饭店的时候啊，有迎宾的饮料9选1可以选。早餐有3种选择，想吃多样性，选亚洲餐厅吃到饱；喜欢度假感，去沙滩享用西式早餐；偏好精致优雅，就选日式套餐。发现到这边人都超有礼貌的，对导演他们都主动跟你打招呼。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间度假村虽然是在岘港，不过它是日本企业的度假村，日式风格的管理，所以你会发现这边的人都超级有礼貌。因为有的人来越南会想说，越南有时候他们的服务是不是会太随性？这间很棒的地方是，你可以用越南当地亲民的价格入住这间日式风格的度假村，有感受到那种感觉，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在做迎宾酒的时候，或者是在跟你做 check in 的流程的时候，他们是跪在地上，这是日式风格才会有的态度。因为我们搭计程车进来，然后计程车一进来的时候，他们在打扫草啊之类的，所有人都立正站好，我有点吓到。说实在，我才进来这边不到10分钟，我已经感受到很棒的服务态度跟尊荣感。一进来房间之后啊，其实我最吓到的是，在走廊上我就发现超级高挑，浴室这里，淋浴间在左边，洗手台在这里，干湿分离的洗发精、润发乳以及沐浴乳，女生可以化妆用的镜子。但我在想，为什么会矿泉水放在洗手台这里呢？越南的水没办法直接喝，如果有的人他很在意的话，他可以直接拿矿泉水来刷牙、来洗脸。其实这点是很贴心的哦。浴室的洗漱备品有什么？牙刷、棉花棒、梳子、化妆棉、浴帽、刮胡刀、针线包。有人真的出国的时候用针线包过吗？免治马桶。衣柜这里，斗笠可以带出去沙滩，袋子让你带一些需要的用品去沙滩游泳啊。保险柜，刷鞋子的，它的拖鞋有分室内拖以及室外拖。床铺是 king size 尺寸的，非常的大。2张椅子跟1张桌子，中型的冰箱。来到这种海岛度假啊，有阳台真的很棒，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不得不说，我这阳台尺寸真的超大的，你看到地面上的瓷砖有几片，就知道这阳台有多大了。然后阳台旁边可以晒衣服、晒泳衣之类的。啊，看出去就看得到阳光、海水哦。我们下面就是游泳池。很不错，这边有免费的奥袋可以租借，所以你不用自己去花钱去买或者是定制。而且很可爱的是，大家看旁边还有小灯笼做饰品，然后也有小朋友的。试穿后选了风格强烈的奥袋，立刻开启拍照模式。没想到度假村里竟然有这片超好拍的竹林，沙滩上也有精心布置的拍照点，就是要让你留下最美的纪念。我想来出国旅游很重要的是，好像健身一下，不然真的吃太多了。也太贴心了吧！真的，我第一次看到健身房它有附运动鞋给你耶。你为什么刻意跳过体重计？你以前有那么胖吗？为什么不讲话？胖2公斤啦。晚上少吃一点就好了，多运动。你跟你说出国不要量体重。这边也可以切篮球而且还有羽球拍可以接。瑜伽垫在旁边。几百年没有打篮球了。
哎呦，深井寿啊！岩山重哎。进去儿童区有非常的讲究哦，因为一进门你要先洗手，所以这里毛巾啊、洗手台都准备的非常完善，以及你要脱掉你的鞋子才进去儿童区。哇，好漂亮哦！哇，超梦幻的。好想回到小时候。你看，他还有这个小时候喜欢钓鱼的。每天都有不同的小朋友的活动都可以参加，免费的脚的马杀鸡，或者说一些艺术的手绘活动。可以看他们这边斗笠啊，是日本跟越南的日越友好。他也很贴心的想到哦，他这有一区是咖啡厅，大人就可以在这边等，然后点一杯杯，然后看着小朋友玩，弄得很不错。你看到外面的玻璃，他会用水流的方式，这样感觉很梦幻哎。你不讲，我一直以为在一个海底的隧道里面喝咖啡。Thank you。我们现在在海滩旁边的咖啡厅点了一杯咖啡，然后以及我们在岘港的菜市场买的水果，比较特别的叫牛奶果，外形很像是百香果。我那时候真的差点买错，还好老公跟我说，那个看起来有点像百香果，这个不是牛奶果，像这种比较软软的，就是已经熟了可以吃了。有没有看到白色的？是因为这样叫牛奶果吗？它侧面原来是长这样子，用汤匙挖的。对。为什么你汤匙从后面拿出来？你是百宝袋子吗？刚刚跟餐厅的人借的。你有点像火龙果的质感，真的好像有点甜甜的果冻，甜度没有到很高，但是它的味道应该没有牛奶味啊。没有牛奶味。雪人刚才很自豪跟我说，他要教大家如何剥山竹。之前我不知道怎么剥，我就把我的手剥的都紫紫的，是用挤压的方式挤，往内挤就可以简单的剥开山竹了。我的山竹飞掉了。这么珍贵的山竹，好好吃哦，酸酸甜甜的，哇，山竹真的太棒了。下午4点整左右，大家可以看到旁边的海滩，躺椅上几乎都没有人，是不是很惬意？是不是很隐秘？有的时候旅行不喜欢太多人的时候，来到这边看一下，整片私人沙滩你全包了。日落时分，在海边静静看夕阳。晚餐有饭店餐厅及海滩 barbecue 可以选择，但我们决定发挥探险家精神，搭车去附近挖掘隐藏版美食。空无一人的海鲜餐厅，不讲我想说，是台风天吗？怎么都没人？东西是好吃的，然后又可以静静的这边吃烛光晚餐，而且分量其实还蛮大的。虾子炒饭是这种大虾子的肉质哦，不是小虾仁哦。现在来到了早上，来看一下这间buffet如何。毕竟这也是日式企业的饭店嘛。然后因为很多韩国观光客，所以有韩式的拌饭，以及中式的粥，还有当地的越南特色料理。这边真的是对小朋友非常友善。还有一区是小朋友专区，还有个巧克力的喷泉，可以让小朋友体验到 DIY 的感受。因为这里非常注重服务嘛，其他饭店有的是你要自己 DIY 自己烤，不过这边法国面包它先帮你烤好咯，让你直接享用，你就不用自己再动手去做。这边火龙果的皮削的超干净，只有留一点点的外皮，夹了之后你直接就可以吃。刚刚点了越南河粉很好吃，所以这次点了牛肉面来试试看。不过牛肉面很妙啊，竟然还放了一个烧麦。每一样菜色真的都很到位，很好吃。我们有观察到，这边有一位来自日本的大厨，全程都在吧台后面盯着现场的状况。因为我们今天就要 check out 了，在用餐的过程，服务生很贴心来询问我们要几点 check out， 因为他告诉我们这边有 shuttle bus 可以接驳我们到岘港市区。早
早上吃完早餐，把握一下最后的度假村时光。这边的海看起来浪都蛮大的，没办法像菲律宾那样浮潜。这样看过去，有没有一个波浪的形状？就是海水被冲刷上来的时候的纹路，都是白白的贝壳，好可爱哦。然后我们去玩排球。这样多久吗？你这是狗狗拜年吧？这间度假村来讲一下它的优缺点好了。腹地没有像有的度假村那么的大，但是小而精致，因为这里毕竟是海岛，这些昆虫、小生物是不可避的，已经真的算是非常干净了。这些壁虎跟蜥蜴，它可以减少热带的疾病伤害。早餐真的很满意，我很久没有吃了那么多。这个人一直说要减肥，吃了超多面包的。我想说，你这是怎样，火力全开无双就对了。这个人你还好意思讲？你吃了3碗越南河粉被你发现了。昨天还有去泡日式的大澡堂，如果有去住过日本的饭店，大概就是那样子的形式。这边的备品稍微比较简单一点，洗头的、护发的、沐浴乳、简单的备品、吹风机，里面是没有水的哦。所以其实那时候我泡完澡说，我有点口渴，就赶快穿完回来房间喝水。还有瑜伽的活动，我们就没有参加了。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中间的转机点，之后透过他们的 shuttle bus 直接到惠安。去惠安也是15到20分钟左右，可以减少中间的车程。因为岘港的范围也不是说很大，等于说其实你要去哪里，搭车子一下来，我觉得都还算蛮方便的。如果大家想要订这间饭店的话，所有的资讯包含说我在岘港这几天玩的景点、包车、网路卡以及饭店的资讯，我都放在影片的资讯栏下方。check out 之后，我们坐在大厅等啊，一样有迎宾饮料可以选。因为我昨天不是有租奥黛吗？我刚刚想说我要回去2楼还，走去电梯的时候，马上就有人跑过来说：“哎，你是不是要还奥黛啊？我帮你归还。”所以我就不用再跑去2楼还了哦。无微不至的服务。迎流走走，跌到前面那个水池，他们这边的人会怎么样？发红色警报啊！快！有客人跌到泳池里面了。可以从度假村接驳到他们岘港的市区饭店，虽然不是直达机场，不过离机场会再更近一些，然后再搭车去买伴手礼，或是你要直接回机场都可以。搭回程的飞机啊，因为通往机场不是有个过路费，车资是4万9越南盾，计程车司机跟我收6万块越南盾，所以等于过路费是1万1。所以我就想说，入境跟出境的机场过路费是不一样的吗？出境检查的时候，因为水不能带进来，不过大家不用担心，进来机场之后，你往左右最底部的厕所的方向走，中间的路上你就会看到饮水机在这里。建议大家来岘港机场之前就把伴手礼给买齐，因为岘港机场这边的价格比市区、比大卖场里面价格至少贵了3倍。结束岘港之旅，我们平安到家啦！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最期待的伴手礼开箱。第一个伴手礼很特别哦，直接把越南的经典味道带回来啦，就是这个法国面包脆片。这个品牌是 Star Kitchen， 是日本团队在越南开设的伴手礼店，它把越南的食材结合日式的包装以及品质，融入在这个伴手礼里面。6种口味：咖啡、芒果、椰子、河粉、香菜跟胡椒。其中有2个口味我最感兴趣，香菜跟河粉。我要来挑战香菜口味，咸食控河粉。很雷是不是？这味道我不 OK。试吃了一轮之后，我们刚刚2个挑的是最雷的。香菜的味道不够明显，没有那个香味，只觉得咸咸的而已。然后刚刚我们吃的那个河粉有一个很奇怪的味道，化学泡面味。除了这2个特殊口味不 OK 之外，其他像咖啡啊、芒果的口味都非常的不错。而且我自己最喜欢芒果，为什么？因为它是一点点芒果的小碎粒在上面。然后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胡椒口味，咸咸甜甜的味道很好吃。迷你鲜虾春卷。春卷是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的代表性美食，它用等比例的方式把春卷缩小成迷你版的，而且还保留了米纸的脆感。一盒里面有6小包，然后6小包里面有1、2、3、4、5、6、7根小春卷。
它的米纸其实缠了非常多层，小小一个，没想到吃起来有千层的口感，鲜虾味道非常的浓厚，尾劲带一点点微辣，哇，这个很开胃哎。大家最关心这个可不可以带回来台湾呢？因为是经过加工后干燥的虾子，完全没有猪肉，所以可以放心带回来台湾。既然来到全世界最大的腰果出口国，怎么能忘记腰果嘞？内行人吃腰果一定要连皮一起吃，它可以防止腰果烘烤的太干，而且保留原本的油脂。那这是我们在购卖场买的，以前叫做 Big C， 但是后来被泰国的企业收购之后，就改名叫购了。所以在购的卖场买自有品牌的话，通常都会很划算。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满满的腰果，而且都是大颗的带皮腰果。好脆哦！我平常有吃坚果的习惯，没有带皮的腰果不会像这个吃起来脆感这么的明显。你是喜欢吃有带皮的腰果吗？有皮就有苦，不 prefer 有皮的。大家你们是喜欢腰果有带皮的，还是不喜欢腰果有皮的呢？来到热带国家越南，还有什么必买的？就是芒果干，那反了，这个不带几包回去，我跟你讲，真的没办法跟你的家人同事交代。这次一样是选购的自有品牌，来试试看它的100%芒果干，一小包里面5到6块，因为我是买小包的，我觉得好吃哎，软硬度刚刚好，而且因为它有95%芒果比例的关系，所以芒果香气真的很香，而且也不会过甜，带点酸，我觉得蛮适中的，两个字平衡。虽然标榜100%天然，我看一下那个后面的比例啊，还是有添加一点点的糖，不过整体吃起来不会很甜。这2个自有品牌的品质都很不错，价格又划算。这一款菠萝蜜干，它是我的最爱，来越南3次，每一次我都一定会带这包回去。有机、无加糖，不含防腐剂，不含人工香料以及色素。越南老字号的水果干为什么会这么好吃？其实跟台湾有一点点渊源。创办人在1986年的时候来到了台湾，接触到那时候才刚开始的真空干燥技术，然后他就把这项技术带回到越南去了，用在越南很盛产的菠萝蜜，造就了这个经典的好味道，很像加厚版的洋芋片，但是它又保留了水果的香气以及香脆的口感。快问楼下邻居都听到你在吃东西。你这个不能半夜起来吃，家人可能会被这个吵闹声吵起来。这次我们想挑战不同系列的水果干，所以我们就在卖场里面看了很久，发现一些比较特别的火龙果干。哇，真的是红色的火龙果干，它跟刚刚菠萝蜜不太一样，是它做的是比较软的这种口感。是吗？我刚刚倒出来，我以为是牛肉干耶，我说应该超级无敌硬的。我妈妈的，我很担心它的口感跟味道。陶醉了，它已经变成火龙果酒了。刚开始第一口咬没感觉，但是后面融化的时候，火龙果香气就整个冲出来了耶！就是火龙果酒，然后放了它10年，底蕴很厚的味道。这个很厉害哦，有惊艳到。恭喜你火龙果，你 level up。下一个，第一眼看到那包装的时候，我真的看不出来这是什么水果，然后我查了一下，原来它叫做红毛榴莲。害怕榴莲的先不要离开。这款虽然叫做红毛榴莲，只是因为它的外表看起来刺刺的像榴莲，但是它的味道是没有榴莲味的哦。这个外观有点不予置评，你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菜包吧？好期待又怕受伤害哦。为什么中间很像肉干的质地啊？这款的味道有点难以言喻。芒果干的口感加上4加芋辣椒的结合，会吃到硬硬的，然后我吐出来，原来它是连壳也一起放到红毛榴莲干里面了。这款我倒觉得还好，就是酸酸甜甜的果香。然后虽然说有辣椒，但是微微的辣而已。接下来这个是岘港最具代表的古早味。之前我第一次来越南岘港的时候，就很喜欢这款花生糖，真的是比较古早味一点，在大卖场是没有这一款的。一样是米纸当基底，然后上面再撒满了花生或者是白芝麻跟黑芝麻，再加上麦芽糖的黏感，这么澎湃的一片，但是有千变万化的味道。接下来的伴手礼啊，可以说是越南的经济奇迹。越南是全世界前5大椰子出口国，所以椰子脆饼一定也是必买的。那之前我们已经有试过很多种不同品牌的，
这次在卖场有看到新颖的品牌 Top Coco， 主打100%植物性成分，无麸质、无基因改造，没有食品添加剂。外销到美国、日本、韩国的出口品质。然后因为有很多种口味，所以我们买了原味的、花生的，还有另外一个品牌。这个也是越南的在地品牌，出的是芝麻口味。好，我们来先吃原味代表，不愧是经典原味。之前我们吃过一个品牌，完全绿色包装的，有点过硬，你一咬，哎，好怕牙齿断掉的那种。但是 Top Coco 这个硬度调整的很好。再来花生的，但是香气比较慢才出来，没有那么明显。我觉得芝麻的不 OK， 没有椰子味那么重的香气，那芝麻味我也觉得还好。比例构成的关系，所以吃的时候会被中间的口感给断开，没有一致性的口感。Top Coco 这2款真的是做的很不错，真的很推荐原味。接下来这包也是我们再次回购的名单，就是这个。那我们第一次在哪里遇到它？在富国岛，因为那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韩国人拿了一大堆这个芒果软糖，我们就很好奇带回来。然后一开箱之后惊为天人，这次去云流看到就说直接买大包的，眼睛闭着，来，主打有7%的芒果原汁。吃那种果冻或是软糖的时候，会让化学味迸发出来，但是这个不会。它咬下去很柔顺的就切开它了，中间还是有保留扎实的口感，跟一般的软糖绝对是不一样的。芒果的香气也很十足。Tipo 鸡蛋饼干有10%的新鲜鸡蛋制作而成，而且当初我们买这包的时候啊，还买大送小。你不是因为贪小便宜有买大送小？小包的是牛奶口味，这个饼干啊也被叫做面包饼干，因为它的外形真的做得很像吐司。出乎意料的没有那么的甜，真的有轻柔的蛋香的香味。那也因为有鸡蛋的关系，所以整个饼干的口感有点像软绵绵的烤吐司，所以咬起来是非常的舒适哦。但是有一个小缺点啦，我自己个人不是很喜欢上面这一层，因为我觉得有一点点粘牙。那它赠送的这个牛奶口味，甜味会再高一点点，比较有味道。接下来这款虽然它是印尼制的，但是在越南的卖场里面也是非常热门的伴手礼。那这个是新出的韩国地瓜口味，我刚打开一盒，分量很多哎，一盒里面有10根，将近台币30块，超划算的。外面起司裹得好浓哦，好熟悉的味道，有点像台湾那种玉米棒，所以咸甜咸甜的。我个人比较喜欢起司的。接下来一样是印尼的产品。是曲奇饼干，同时拥有奶油的香味以及巧克力的浓厚。这款外包装我觉得看起来好好吃哦，但是怎么里面实体感觉这2条面团是分开的。我现在想要吃奶油口味，我就吃奶油这边。还是它是要一起塞进去？曲奇饼干吃起来很清爽，不会过油。味道虽然没有奶油香那么重，但是吃起来是舒服的。12包，每个里面有2个。折合台币30块，知道曲奇饼干在台湾买要多贵啊？而且我到现在尾韵都还有巧克力慢慢散发出来，这一款我自己真的会买哦。放在家里下午茶想要吃一块很方便，吃了那么多甜点，是不是应该喝杯茶解解腻呢？ Cozy 茶包也是越南必买的品牌，因为它价格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先在饭店试喝。我们住的饭店几乎都有提供 Cozy 的茶包让你试喝，你喜欢哪一个口味，你再到大卖场去选购就好了。但是晚上如果在饭店肚子饿想吃宵夜怎么办呢？记得多拿几包越南河粉。蜜蜂这个品牌是非常老字号经典的味道，那里面是干燥的河粉，跟一般油炸过的泡面的面条是不一样的。那这次我们要用越南在地人的吃法，还原越南经典的味道哦。那我们这次把河粉煮一煮之后呢，很简单，你再准备9层塔，还有柠檬，加下去之后就是经典的越南河粉。觉得加柠檬味道比较多一点层次，还有因为有9层茶的香气，
我宵夜第一个会首选。但是大家买河粉回去有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买到含有猪肉的东西。所以教大家这3个方法帮助你辨识。看包装的时候，如果有写这2个字的话，就是代表它有蒸肉，或者是皇家版的通常都有蒸肉的调理包，你也可以摸摸看。看看它有没有像那种什么满汉全席啊那种有肉块的软软的调理包在里面。再来第3个方法，你就直接买最便宜的价，因为最便宜价格它就是没有肉，就是调味粉而已嘛。然后选这种塑胶袋包装的，不要选碗状的那种，因为碗状的你就不知道里面它到底有什么内容物，这样子选购比较安心。除了刚刚的 V 风之外，还有这个越南的国民泡面，这是酸辣虾的口味，1年在越南可以卖出14亿包哦，14亿！你知道越南人口有多少吗？越南人口现在是1亿的人口，所以代表说每一个人有吃的14包的好泡面，在越南市占率非常高的泡面。除了用热水冲泡之外啊，我们这次要教大家另外一种吃的方式，在地人的吃法。直接把这个面压碎。小时候不会常干这种事情。好，然后再打开调味粉在里面，然后再把它加进去，抓起来，摇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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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台湾人非常的有共感，吃科学面都是这样吃的啊。还有一个步骤，越南版的就是这个，我觉得好像越南很多东西都离不开柠檬，是要加进去，还是先吃柠檬再吃这个？因为在喝酒。对啊。越南版的科学面，因为越南人太喜欢里面那个粉包，所以在吃好泡面的时候啊，会刻意把剩下用不完的粉包收起来放到冰箱里面。我以前在吃麦当劳的时候啊，那麦克鸡块，我也很喜欢把那糖醋酱沾不完的放到冰箱里面，那真的太好吃了。所以这罐调味粉就是这样子诞生出来的啊。越南人会用这罐去沾水果，拿来拌青木瓜沙拉的调料，所以我们这次有这罐，另外一罐噔噔登场了 ，DH Food 的西宁虾盐。这罐是用盐、虾粉、辣椒和大蒜烘烤而成，没有人工色素，没有防腐剂，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外观还保留天然的橘红色的颜色。看看这2罐配水果，哪一罐比较好吃？我自己推西宁虾盐，为什么？颗粒口感就有点像牛排，你倒黑胡椒粒的感觉，烘烤大蒜带有一点点脆感的那种多层次，我蛮喜欢的。因为相较于刚才好讲，它有点像是科学面的调味包的味道。好这罐调味粉啊，它不适合配水果，我自己的用法是当做胡椒盐来使用。接下来这款是我在越南的餐厅用餐的时候，发现他们桌上几乎都会放这一瓶，点了春卷或是虾饼，再配上这个调味料，真的很提味。买回来的时候，我自己已经用掉快1半了。那我自己的用法，有时候会用它来代替番茄酱，甜辣酱有点微辣的香味，可以让整个食物加分不少。那另外还有一款金酥的辣椒酱，那这2款大家会想说有什么样子的差异呢？那像我在吃的时候，我会觉得金酥这一款的味道更重。那原因是因为它不只可以当做蘸酱使用，也可以拿来腌制肉。另外还有一个方法搭配汤面，就是直接在越南河粉里面加入这个金酥辣椒酱。喜欢吃大人这个不能错过哇！它的味道我其实只倒一点点，但是味道蛮浓的哇，这重口味的人很适合所以我觉得这2款。这个是百搭的万用神酱，这一罐是厨房的好帮手。大家对于越南的伴手礼啊，可能印象都停留在咖啡、腰果或者是芒果干。不过其实啊，越南的可可豆也是非常厉害，跟精品咖啡豆一样，非常的看环境。在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种植出来的可可豆啊，带有自然的果香的香味，所以吃起来不会味道很单调，可能死甜啊，或是很苦之类的。之前我们有开箱过我们很喜欢的马福巧克力，层次非常的丰富。那我们这次在大卖场也特别盲选，因为想说哇，不能每次都介绍马福嘛，总是要开箱其他越南在地品牌的巧克力介绍给大家。那我们就选了这2款，品牌是越南可可。打开包装还蛮漂亮的哦，味道口感上输马福实在输太多了。
没有马福巧克力的层次这么多元，有很多的白芝麻，所以吃起来有点像在吃脆脆饼干的口感。但很可惜的是，巧克力的风味太单一了。这次的越南伴手礼，我整理了我们每次必买回购的商品，在这边。除了必买回购的商品以外，我们要再选一个这次新增的伴手礼，你最喜欢哪一个？火龙果干。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迷你鲜虾春卷。日本人做扭蛋的精神做到这个春卷里面，因为每个迷你春卷都好可爱。岘港5天4夜的行程，我有整理成一个完整的行程表，放在会员影片。大家有兴趣的话，直接去会员影片下载。觉得这次影片内容还不错的话，就订阅、按赞支持我们一下。我们下期见喽！拜拜！喜欢这支影片就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是上市小夫妻，下集见。